那条蛇动作很快的咬了他的脚踝一口就跑了。蛇的毒性很大，不过片刻，陆有为就觉得头晕目眩，妻子扶着他靠着一棵树躺下去。慢慢的，他就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他已经在家里的榻上。你昏迷后，我就大喊，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忙。没想到，没一会儿，真的有人听到声音找来。那个年轻男人很高很壮，他看了看你被咬的伤口。当时周围已经开始发青，他告诉我要将蛇毒吸出来，不然毒气攻心就无法挽回了。我听到就准备低头帮你吸出来，没想到他看了看我说：“算了，我来。”你伤的地方在脚踝，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就一点不嫌弃的低头给你吸了蛇毒，后面还在山里给你采了几味草药碾碎敷上，然后背着你将你送了回来。你怎么不留他在家吃饭？我们该好好感谢他的。我留了呀，那个小子说什么也不愿意，连个名字也不愿意留，就准备走。我以为要留下照顾你，只有妖女在家，我就让他去送了送。那件事儿一直是陆有为的遗憾。此刻知道徐安就是那个救他的男人，陆有为心底感慨万分，确实不可以貌取人。但想到妖女和徐安的体型差，他的心里还是有些唏嘘。那你怎么想？乔玉也坐到榻上，一时没有说话。凭良心说，徐家的情况不算很好，不仅穷，还有个摊子老爹，不如问问妖女的意见。终归是妖女嫁人，若她不愿意，大不了他就厚着脸皮的去推了。陆有为的恩情总不能让妖女去还。陆有为和乔玉两人从里屋出来，徐成才和徐安两人保持着刚刚两人走前的状态。乔玉努力仰起头，细细打量徐安，心里琢磨：自家闺女儿长得这么美，除了一个懒病，其他都无可挑剔。徐老弟，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想让我的妖女和你家小子相看一下，能不能成？还得看看我家妖女的意见啊！应该的，应该的。乔玉闻言，跟陆有为对了个眼色，他转身走向最里面的房间。乔玉拍了拍陆田的胳膊，温柔地叫醒他：“田儿，醒醒，阿娘给你说件事儿。”啊，阿娘，什么事啊？田儿，外面有户小河村的徐家人，他的家里有个儿子还没娶妻，今天来向你提亲。田儿，去见见。阿娘，我去见见。乔玉帮着陆田收拾了一番后，带着陆田出了房门，去了堂屋。你为什么不说话？说什么？你不愿意娶我？没有。你能蹲下跟我说话吗？这一次头顶没有马上传来回答，沉默一瞬后，头顶传来窸窣的声音。他看到男人的胸膛慢慢下沉，直到男人的脸和他平齐。你听说过我吗？徐安点头。他虽然鲜少出门，但是他的容貌和他的懒病倒是传出了十里八乡。那你也想娶我？我的懒病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好，你不介意？我不会像其他妇人视自己的丈夫为天，娶了我，你可能连一杯热茶都喝不到我煮的，更别提其他的一些要求。男人一连点了3次头，回了3声但没有一次抬眸看他。陆田让他看着自己，听到他的话，徐安垂下眼底的情绪，才慢慢抬头。不其然，和他清澈的黑眸相对，他再移不开视线。娶了我，你会对我好吗？徐安眼眸里坚定，沉声说了来徐家后的第一句话：若你敢嫁，我定不负你。只要他敢嫁给他，他不需要做他的天，他会把他视为天。说这句话时，他深邃的眼眸无比认真，仿佛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陆田看着他的眼睛，徐安这次不再躲闪，迎向他漂亮的眸子。不知过了多久，陆田才轻声开口：好。清溪村最近最喜闻乐道的事儿，莫过于陆家的妖女陆田竟然要嫁人了。田儿，嫁衣必须要自己做的才吉利，眼下距离成婚只剩1月，阿娘教你，你跟着阿娘做可好？陆田斜靠在躺椅上。阿娘，我不想做。乔玉是知道妖女的懒病程度的，这么一件嫁衣对他来说确实有点为难。不如阿娘帮你做好成衣，你在上面绣一对鸳鸯，这样也算是心腹自己参与了。相比制作成衣只绣一对鸳鸯，确实简单许多。陆田拉着眼尾点了点头，那你这几日就先练练，我5日之内将成衣做好，给你半月的时间绣。好。那天陆田和徐安的相看，也不知道两人聊了什么。结束后，乔玉看向妖女的眼色，见她轻点了点头，婚事就这般成了。不过徐家倒还不错，第2天就送来了聘礼，不仅有粮食和肉，还有2两白银。两家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就在1月后。陆田将针丢掉，眼见指尖又冒出了血珠子，眉目中带着恼怒。他已经绣了5天了，鸳鸯的弦儿都还没有出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儿的他，指尖已经被针扎了个遍。他蹙眉瞪着手中的火红嫁衣，一脸不高兴。窗外传来动静，像是有人敲击的声音。陆大哥和乔嫂子放心吧，您闺女啊，嫁到我们家，我一定把她当亲闺女看待。我儿徐安呢，也定会好好待她的。陆有为顾从为难，清了清嗓子，就想找个理由婉拒徐成才。乔玉将陆有为拉去里屋，她问丈夫：“你是想拒绝徐家？”当然，你看看徐家小子的体型，妖女嫁去他家，一个不如意，他一拳都能将妖女打死。不可以貌取人。你还记不记得1年前我们去山里的路上，你被一条毒蛇咬了，有一个人救了你？我记得。当时他陷入昏迷，醒来后已经在家。妻子说有一个人救了他后，将他背回来就走了，他也不知道是谁。两人连道谢的机会都没有。我看到徐安才认出来，他就是那天救你的人。陆有为睁大双眼，是他。1年前，他和妻子在一个雨后想上山捡点菌子，两人刚走到山坡，一条毒蛇冲出来。
陆有为见状，推了妻子一把，站在妻子的身前。是我，许安。你怎么来了？你先开窗嘛，我有话跟你说。介意我进来吗？你进来干什么？你娘说你在家里绣嫁衣，将手指扎了好些个洞，你还好吗？徐安是从徐成才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徐成才平日里也会下地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儿，徐安将他背到地里后才会上山。今日徐成才碰上了去镇上采买的乔玉，便聊了聊。好着呢。我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嫁衣绣好了吗？没。你放心，我进来后面朝着窗，不看你的闺房。他的闺房其实也没什么看的，见他弓着腰确实难受，陆田也不想站在这儿跟他聊天。你坐过来可好？陆田并不想动。就这样不行。陆田不情不愿地搬着凳子过去。徐安从怀里掏出一管膏药，我帮你擦点药吧，那你一会儿自己擦点，剩下的我帮你绣。陆田睁大一双圆润的眸子，你会绣？我可以学啊。视线扫过他银白的手，他舍不得这么好看娇贵的一双手被扎得面目全非，他也怕万一他嫌麻烦，就此反悔不想嫁给他。那套嫁衣终究还是被徐安拿走了。晚间用过饭后，乔玉见陆田没有如前几日一样吃过饭就去绣嫁衣，怕女儿懒病犯了想要放弃，他的眼底有些担忧。阿娘，我白天绣了很多，晚上想休息休息。闻言，乔玉温柔点头，好，女儿只要愿意绣就行。几天后的下午，床边又传来动静，嫁衣绣好了。徐安摇头，那你过来做什么？徐安伸手将一团雪白色毛茸茸的东西递给他。你将手拢在里面试试。这是什么毛？狐狸毛。你拿去卖了，我不用。为何不用啊？我不了，别浪费银子。我没有浪费。这还不是浪费？这种品性的狐狸毛买来至少要1两银子。你在为我心疼银子？谁会心疼自己的银子？除了媳妇儿还会有谁？我才没有。总之你拿去卖了。这是我自己捕的狐狸，没花银子。你放心，以后我们家的银子都交给你保管，我不会乱花银子的。怎么就我们家了？还没成亲呢，谁要管你的银子了？你管我的银子。又过了几天，徐安将嫁衣送了过来。你确定成亲那天我穿这个？不若我去给你买一件嫁衣。时间来不及了，所以他今日只得将嫁衣送了过来。算了，成亲在即，清水县的习俗是成亲前3日，男女双方不能见面。再次相见，两人应该就是在新房了。最近2次，男人再来都只是躬身站在窗外，没有再踢出进来。意外看出，男人今日剃干净了须。你在看什么呀？你今日看上去不太一样。你喜欢我这样？今日他过来前，特地洗了个澡和头发，连脸也多洗了几遍，剃须也是剃得最认真的一次。马上就要成亲，他想给他留个好印象。我没这么说。哎呀，我阿爹阿娘回来了，你快离开。等我来娶你。哎呦，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谢谢你们来添了个人气，吃好喝好啊！紧张吗？天儿不怕，如果徐家对你不好，你就来找阿姐，阿姐为你出气。好，我最喜欢阿姐了。你呀，就会撒娇。刚刚我来时还听到你说你最喜欢阿娘呢。新郎来了！外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接着就有吹喇叭的声音传来。陆巧顾不得再宽慰妹妹，慌乱地将喜帕盖在陆田的头顶。田儿乖，这喜帕盖上之后，可就千万不能摘了啊！被徐安从房里背出来时，陆田的泪珠到底落了下来，被蒙着头的无声哭泣，没有人察觉。终于拜了天地，结束了一切后，陆田被送进了新房。此时屋外已经是暗黑一片，喜婆对着笑说了好一阵吉利话后就走了出去。一时间，房里只剩新婚的2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徐安还不来接他的喜帕。陆田眉头蹙紧，你干什么？你后悔了吗？什么？你刚刚哭了呀？你怎么知道？如果我后悔了，你又怎么办？怎么办？徐安握紧了拳头，当时他的步伐没有停下来，现在自然也不可能容许他反悔。我们已经拜了堂了。那你还不接我的喜帕？喜帕被掀开时，陆田看到了徐安那张微沉的脸，黝黑的眸子晦暗莫深。徐安蹲在他身前看着他，见他圆润的鼻尖变红，泪珠子就要从眼眶中冒出来。哭啊！哭你要管吗？要怎么才不哭啊？我饿了。等我会儿。徐安起身出了门，大概1刻钟，房门重新打开。徐安端着2只很大的瓷碗进来，2只碗上面都盖了满满的菜。你先吃。很快，徐安1碗饭菜就要见底，抬头时发现他还没动筷。怎么不吃啊？你就不能慢点吃？嫌弃我？我没这么说。我本就是粗人一个，这么吃习惯了。他果然就是成了亲后就露了笑。原先几次来见自己，还装得那么人模狗样。没想到了这会儿就开始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陆田气得将碗放在小桌上，翻身躺到榻上。他背着身子，脸庞朝内，从徐安这里只能看到他弓着的身子和一截泛着桃粉色的纤长脖梗。不吃饭了？不吃了。他说的硬气，奈何肚子跟他唱起了反调。刚说完这句话，肚子就不争气的咕嘟了一声。吃吧，跟谁过不去，不能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啊。骗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说过娶了我会对我好的，这才刚成亲你就露了相。我吃饭声音大了，就是对你不好了。你还不接我的喜帕，你还给我脸色看，你还凶我。他叹了口气，过去将陆田抱在怀里。好了，别哭了，我以后都不凶你了，可好？别哭了，吃饭吧。你别打我！徐安咬牙，他这是打吗？终于哄着自己娇娘子吃饱了饭，碗里还剩了大半的饭菜。不吃了？吃饱了。徐安将碗筷端了出去。这次他出去后许久没有回来，
啊！你吓死我了！你怕我呀？你先去漱口。晚上漱什么口啊？你嘴里全是酒气，再不去漱口，我闻着都要醉了。矫情！你说什么？你为什么后悔了？我没有后悔。那你为什么哭啊？我舍不得我阿爹阿娘，不行吗？只是舍不得他们吗？没有后悔。那你是我的妻子了？不然是谁的？那我们快洞房吧。你吃酒吃醉了吧？今晚本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啊！我要洗漱。徐安虽没醉得昏死过去，但到底刚刚出去被拉着灌了不少酒，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听到陆田的话，看着他，眼底一副你去洗漱去啊的意思。跟喝醉的人无法沟通，陆田气鼓鼓的坐回榻上，还洞什么房？他都想将他撵出去了。陆田刚听到沉稳有力的脚步声，转眼就被扑向了床上。你干什么？你随心是做你种种的解脱。云终于也被震得滑落下去，还在哭啊？徐安抱着怀中娇小的女人，在她脸颊上移动的唇瓣感受到了诗意。陆田嗓子几乎哑了，开始时他还咬着唇，不让自己发出羞人的声音，后面控制不住呼出了声。不如我自己打我自己一拳，你让我再来一次。陆田一口气上不来，险些直接气晕过去，嗓子哑了，加上累得不想说话，挣脱不开他的怀抱，他直接背过身去，用行动表示自己的回答。也许是太累，也许是徐安的怀抱真的很温暖，以为会很难睡着的陆田，不过一会儿就睡得酣甜。他仍窝在徐安的怀里，徐安低头在他的头顶亲了下，原来有媳妇儿是这样的感受，抱着好暖，睡起来也好。从来没有这么艳足的徐安，抱着自己刚过门的小娘子，也闭眼睡了过去。翌日，陆田睁开眼，外面的日头已经高高挂起。爹，刚起来吗？等着。徐安将桌上的稀粥和小菜端进灶房，不一会儿，炊烟升起。1刻钟后，徐安重新端出来粥，小菜也重新热过拌了拌。你几时起来的？卯时1刻。今天要上山吗？最近天气不好，不能进山了。哦，来，少吃点啊，垫垫肚子。我去做晌午饭，一会儿再吃。中午吃鱼，下午我去镇上给你买肉吃。不用，我没那么想吃肉，帮你烧火。你会？生火他不会，放柴他总会的吧？陆田瞪他。你先把火点着。你出去等着吧，不用你烧火。我可以帮你烧。火小了呀，就往里面加柴即可。我知道。待油花热了后，将鱼扔了进去，伴随着呲啦的声音响起的。午饭后，徐成才回了他的房里。徐安将碗筷收拾后，出来对陆田道：“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镇里啊？去镇里？去买只母鸡来养着，能下蛋给你吃。”自从他娘走了之后，家里就穷得揭不开锅。徐安便将家里的活物都卖了换了粮食，自此就再也没养过。坐牛车去吗？我都是走路去的。那不得走1个多时辰？陆田当即摇头。那我不去了。徐安被陆田的动作逗得轻笑。坐牛车就去吗？坐牛车可以考虑一下。小河村只有1户人家有牛车，时常有人找他去借，只有徐安一次没有借过。去镇里的路程对他来说，走路比牛车更快。徐安去了那户人家里一趟后，牵着牛车过来。徐家的房子离村口还有段距离，这就是徐安娶回来的媳妇儿，长得怎么这么白呀？哟，这媳妇儿看着不像是我们这里的人呐，白的倒像是镇里养尊处优的小姐。徐安这是走了什么运道了？竟然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你们还不知道徐安娶的媳妇是谁啊？谁呀？我只听说好像是隔壁村的。我家男人昨天去吃了酒回来，也没说清楚是谁呀。你们知道清溪村那个出了名的蓝美人吗？就是她。什么？就是那家姓什么来着？我想想，姓陆。对，就是他家的女儿，难怪长得这么漂亮。你看她的皮肤比李正家的闺女还好啊，掐一下都能弹出水一样。原来是那家的女儿啊。老徐是怎么想的？听说那家女儿养得娇气得很，这么大了都没干过活，这娶回去不得当个祖宗供着？张婶子想多了吧？你看看徐家小子那体格，这嫁了过来，指不定是谁当谁祖宗呢。徐安若一拳下去，就刚刚看见那小身板，不得直接半死啊！我看她嫁到徐家，就算她想不做事儿，那也必须得做喽。这倒也是，我到现在看徐家小子都怵得很，更何况她看起来那么娇弱的小身板。哎呀，造孽呀！怎么就嫁给徐安了呢？要我说呀，以她的姿色，还不如去镇上寻个富贵点的人家做天房呢，至少不会被打死啊！哎呀，就是啊。可惜了这么个姑娘。妇人们的谈论没有进陆田的耳朵里，但他们打量的目光令他有些不适。陆田挪动了下屁股，挨得徐安近了些。徐安如山的臂膀挡住了一部分的视线。徐安察觉到，开口：“不理会他们就是了。”牛车走了半个多时辰后，来到镇上。这里面有些铜板，如果有什么看上的，你就买。虽然不多，但也够买1、2样稀罕玩意儿。不用。陆田懒病又犯了。他问徐安还要逛多久，徐安本就只是为了让他逛个新鲜，见此带他去买了1只母鸡和1块肉，就打道返程。牛车上，陆田并排坐在徐安的旁边，看着那块肉。
是谁？嫂子，我是牛牛，是大哥的表妹。你来找徐安吗？他不在家。嫂子，我是大哥叫来给你做晌午饭的。村头有户人家的男人上山后不见人，有人来请大哥去帮忙找找，他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交代我来给你做晌午饭。找人？昨日徐安说过最近不适合上山，那他去帮忙找人会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人怎么不见的？徐安去找人会有危险吗？我不知道，不过徐大哥从15岁开始就独自上山了，对那座山很熟悉的。嫂子，你就放心吧。牛牛的动作很麻利，不过1刻钟就帮陆田蒸好了饭，炒了一个南瓜片。嫂子，你吃饭都这么斯文吗？怎么了？我在家要是这样吃饭，得被我爹打死啊！我爹可凶了，我有时候挑水晚回去一会儿，就会被他追着打。我阿爹从来不打我。你爹从来不打你啊？那你也不用干活吗？要帮家里挑水吗？洗衣裳呢？挖地呢？种菜、煮饭、洗碗这些都不用做吗？嫂子，你日子过得真好，比李正家的甜妞过得还好。难怪爹说徐大哥娶了个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牛牛突然捂着嘴，脸涨得通红。没事，吃饭吧。吃过饭后，牛牛还想帮陆田把碗洗了。让你做饭已经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让你洗碗？你坐着，我来洗。陆田问他要不要看画本，牛牛绞着手指，我不会认字儿。没关系，你先等等我，我洗完碗可以念给你听。好呀好呀。牛牛穿得很单薄，陆田见他手都冻得通红，他去房里把徐安给自己的手笼拿出来给他。你戴上暖暖。嫂子我不要，等下给你戴脏了。没事的，脏了洗洗就是。他直接帮忙给牛牛戴上，过程中看到他手腕处有很多伤痕。这也是你爹打的？不止他打的，还有李正家。见他不愿意说，陆田便不再问。我给你念画本吧。真这个字我也不认识。没关系的，嫂子，你已经很厉害了。陆田略过这字，接着往下念。醪糟有酒香味，清甜，用。醪糟是什么？嫂嫂吃过吗？我也没吃过。这上面描述有酒味，却不是酒，吃起来甜甜的，很好吃，是京都那边人的吃法。竟然好想吃啊！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陆田本想说他们可以尝试自己做，话没说完又停住了嘴。这上面要用到最多的原料是糯米，粮食本就紧缺，糙米就已足够金贵，更何况是比精米还贵的糯米。牛牛也撇了撇嘴，他爹娘才不会舍得把粮食拿来给他做这个呢。两个女孩都垂着眸子，惋惜他们尝不到书中描述的美味。哎，你们怎么了？陆田问他要不要看画本，牛牛绞着手指，我不会认字儿。没关系，你先等等我，我洗完碗可以念给你听。好呀好呀。牛牛穿得很单薄，陆田见他手都冻得通红，他去房里把徐安给自己的手笼拿出来给他。你戴上暖暖。嫂子我不要，等下给你戴脏了。没事的，脏了洗洗就是。他直接帮忙给牛牛戴上，过程中看到他手腕处有很多伤痕。这也是你爹打的？不止他打的，还有李正家。见他不愿意说，陆田便不再问。我给你念画本吧。真这个字我也不认识。没关系的，嫂子，你已经很厉害了。陆田略过这字，接着往下念。醪糟有酒香味，清甜，用。醪糟是什么？嫂嫂吃过吗？我也没吃过。这上面描述有酒味，却不是酒，吃起来甜甜的，很好吃，是京都那边人的吃法。竟然好想吃啊！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陆田本想说他们可以尝试自己做，话没说完又停住了嘴。这上面要用到最多的原料是糯米，粮食本就紧缺，糙米就已足够金贵，更何况是比精米还贵的糯米。牛牛也撇了撇嘴，他爹娘才不会舍得把粮食拿来给他做这个呢。两个女孩都垂着眸子，惋惜他们尝不到书中描述的美味。哎，你们怎么了？那是什么？糙米，也是送给我娘家的。谢谢你。徐安瞅他一眼，你谢什么呀？阿爹一直想找到你，当面感谢你。没什么好谢的。到陆家时，乔玉已经早早的等在院子里。来啦，阿娘。哎，走进去。今天你阿爹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了好吃的。今日的饭丰盛的很，有蛋有肉。晨儿，多吃点啊。谢谢娘，娘你也吃。陆有为拿出一盅酒，这还是陆成带回来的，他一直舍不得喝，今日拿了出来招待徐安。我给您倒。陆有为大笑了2声。好，今日高兴，我们多喝2杯。这酒莫不是坏了？怎么没酒味儿？这酒放了多久啊？小1年了吧？还是年头天的大哥跟着先生去京都时带回来的，说是京都那边的人都很爱喝，叫什么米酒啊？我知道这个，我在画本书里见过。这个叫米酒，是用糯米制作而成，有酒香，但不辣，口味清甜。你们喝着是这个味道吗？没错，是这个味道。那就没坏，书里描写的就是这个味道。酒多伤身，据说喝这个不容易醉，还不伤身。也好，那我们就喝这个。向厂长。陆田点头，眸光立刻亮了。想，徐安侧过点身，用宽阔的肩膀微微挡住了他，将杯子给他。只能盛1两。陆田躲在徐安的背后，飞快地抿了一口。你想喝醉啊？没有酒味儿，但有酒精，且后劲不小。这么厉害？陆有为喝的比徐安多些，意识模糊，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哎呀，也不知道我要女嫁过去怎么样了。你说徐安的块头那么大，他们洞房的时候，妖女那么娇弱，怎么承受得了？你在说什么疯话呢？我没有，你不也说了，让我随时打听他，看徐安会不会打我们的妖女。他爹喝醉了，说胡话呢。我先带他回房去休息休息。阿月，你拧我干嘛？好痛！痛死你活该！陆田伸出手，在徐安眼前挥了挥。哎，跟上。
你没罪。没有。你别介意阿爹阿娘说的话，他们只是可能有些担心我。我知道。徐安淡淡回道，他知道任谁将自己娇养的闺女儿嫁给他也会担心。你好好跟我过日子，我呢不会打你，也不会让你受苦的。好，将陆有为安顿好了之后，乔玉出来重新坐下后，你别介意啊，他爹最疼的就是田儿这个妖女啦，嫁给谁他可能都不会放心的。他爹其实很放心你的为人的，不单单是看到你救过他的命上，还有你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不仅照顾好了你的父亲，还将日子呀也越过越好啦。我知道你会好好待我们家妖女的，以后啊你就将我当成自己的亲娘。田儿呢是很懒，但除了懒些外还是很贴心的，你可以慢慢教她做事，若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来找我，我教训她。好。他迷了水雾，看起来亮了几分的眸子看了眼陆田，只要他愿意跟自己过日子，跟他睡觉，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这闺女跟阿娘还害羞呢。陆田出去后去了院子里的躺椅坐下，看着这个生活了18年的地方，女子嫁人就是这样的吗？回家也只能叫回娘家了。大哥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亲了，等他再回来时，家里已经没有他宠大的幺妹了。田儿，怎么啦？阿娘，哎，大哥都还不知道我成亲了，你说他回来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你大哥那么疼你，怎么会生你的气？哦，一晃，陆田和徐安成亲已有2月了。天气变暖了些后，徐安又恢复了上午种地、下午上山的日子。徐安回到家时，差点没认出来那个一鼻子灰、蓬头垢面的人是自己的美娇娘。你做什么呀？我想生火煮饭，我怎么也生不起来。不是让你不用做这些吗？之前他只需要管徐成才一人，现在多了他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些。陆田时常看到他的胳膊有伤，问他也只说是在山上磕碰到的，可是那伤口根本就不像是磕碰的。徐成才以前也是猎户，陆田就去问他，应该是遇到凶猛的东西了。那座山远不像看着这样平静，越往里狼和老虎就越多。我还曾看过一个比人还高的东西，浑身棕色长满毛，光是那双眼睛啊，看着都吓人的很啊！不去那么往里的地方不行吗？现在如果只在山的外围，是打不到什么东西了。战乱平定了之后，很多人卸甲归田，打猎的人就变得多了。在这外围也只能打到些不值钱的野鸡野兔，赚不到什么银子。爹当初是怎么受的伤？我当时年轻气盛，太自负了，追一只狐狸追了1天都没追到。当时天快黑了，本该马上放弃立即下山的，但我就觉得马上就能追到它了，结果就越追越远。等天完全黑了之后，狼就开始出没。想想当时的情形，我能捡到这条命就算是好的了。田儿，你休息，以后回家来不用你做什么，以前该是怎样就怎样。阿娘，没事的，你像以前一样陪着阿娘就行。这几天怎么样啦？挺好的。徐安有逼着你做事吗？没有，这几日除了他煮饭时帮他看火，其他的都跟在家时一样。没有让你洗碗洗衣裳，打水伺候他洗澡洗脚这些？没有。也没让你学着做饭？我前日提出跟他学，他不让我学，让我之前在家怎么样，以后就还是怎么样。他真这么说？那徐安倒是个不错的孩子，不过你别忘了阿娘交代你的，日常里有什么简单趁手的事情你就做做，不要真让他觉得你什么活都不干。还有阿娘之前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什么？乔玉啧了一声，你怎么忘了呀？阿娘不是跟你说过，你要学会示弱，学会利用你的脸吗？你呀，得亏生了一张还不错的脸，就你这张小脸，撅着泪跟人示弱，保管没有男人逃得过。阿娘，对，就是用这种神情。以后若是女婿不高兴时，你就这样撒撒娇，知道吗？不跟你说了，都怪我，是我。爹，你别这样想，你也不想这样的，别自责。好孩子，你也是个好孩子。看出他担心徐安，徐成才心里总算好受了些，至少徐安也有了记挂他的人。以后他走了，还有个人能陪着他。你放心，徐安的本事比我强，判断力也比我好很多。他不会让自己出事的。陆田点了点头，但眼角还是耷拉着。他不知道原来打猎这么危险，而徐安就算胳膊受了伤，回来也不叫疼，依旧给他们挑水做饭，还要去地里干活，甚至晚上还帮他洗脚。陆田抿着唇，他不懂为何自己心中会有种酸涩的感觉。那天晚上，陆田特别的配合徐安。那晚是陆田和徐安睡觉睡得最畅快的一次，以至于第2日他的心情都十分良好。他特意去了镇里给陆田买了他最喜欢吃的国服。你别乱花钱，马上就要过年了，攒着钱给你和爹做件新衣裳吧。给你做就行了，我和爹2个大男人有的穿就行了。不要，我有很多衣裳穿，你和爹就只有那么2件，都快洗破了，给你们做。那就给你和爹做。前日部的陷阱收到了一只幼鹿，我拿去这张卖了，这是剩下的铜板。啊，买了国谱都还剩下这么多？对，是头幼鹿，若是成年鹿子，整只卖可以卖到1两银子呢。没想到这一下就多了300文，还剩几天就要过年，有了这些铜板，
他们也能置办些东西过个好年。那你最近就不要去山里了，马上过年了，休息一段时间。好。晚上照例翻云覆雨之后，想不想回清溪村啊？明天陪你回去。真的？第二日，他们将徐成才安顿好后，就动身去往清溪村。上次回门提的东西，阿娘都念了我的。她让我们想回去的时候就回去，但不要再提什么东西了，不然她会生气的。空手去不合礼数吧？怎么就不合了？我阿娘都说了，让你把她当亲娘看待，而且她特意交代我，下次回去不让你带东西了。你别看我阿娘看上去温柔，其实发起怒来可凶了，我阿爹都怕她。你若是不听我的，我就不回去了，省得我阿娘等下掐我胳膊。哎，你们看到陆家的闺女了吗？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天爷爷，他那相公怎么长得那么壮啊？看着好可怕呀！你说这老陆怎么想的？竟然把闺女嫁给了那样的人。他闺女那么懒，若是被这种人打一下，那不得去掉半条命了？听说那男人给陆家很多聘礼。哎，你们说这陆田刚刚脸上看上去那么不高兴呢，是不是就是被那人给打了？他们回清溪村干啥呀？别是因为太懒被送回来了？我看呐，有可能。以前村西那家接不到媳妇儿的李老头，不是去提过亲，被老陆给打出来了吗？他倒是可以去试试，毕竟这陆田都已经破了身了。他那妇人说的正起劲儿，不丁一颗石头砸到了他的头上。谁呀？啊，哪个不长眼睛的，竟然朝我扔石头？你他妈的长了眼睛没眼珠子是不是啊？哎呦，陆成回来了，这次出门这么久啊？你刚刚在说什么？哎呦，我哪里说什么嘛，我们就是没事坐在这闲聊闲聊，没说什么呀。就算你们再怎么无知，应该也知道女子的名节关乎什么。我家的幺妹还没有成亲呢，你竟然如此编排她，你到底是何居心？你家幺妹还没成亲，你竟然不知道啊？你的妹妹陆田2个月前就出嫁了，不仅出嫁了，你爹为了聘礼，还将你幺妹嫁给了一个身高7尺、看上去力大如牛的莽夫呢。那脸呐，看上去可凶了。你是不知道啊，你那妹夫的一只胳膊都有你妹妹的一条腿粗，依着你妹妹的懒病，也不知道受不受得住那一拳哦。你胡说！哎呀，我可没有胡说呀。今天你妹妹和妹夫刚好回了清溪村，你家妹妹看上去可不太好啊，我看呢，怕是被那个人给退回来了。早跟你们家说过，别把陆田养得那么娇贵。你看看现在没有那个娇贵命，却养出了个娇贵身，现在被退了回来吧。这下聘礼也得不到了，被破了身，那再嫁肯定也不容易喽。陆成虽温润惯了，但遇到陆田的事上异常护短，当即气得扔了手中包裹，冲上来就要教训教训那张散着恶臭的嘴。李招娣见状，双手扒了上去袖子，咬着牙干了上去。不好了不好了，乔婶婶，陆成哥这村头和李婶打起来了！什么？来不及多想什么，乔玉当即朝村头赶去。那李招娣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妇，不怕天不怕地，只怕他的男人。他儿子一个读书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他？我大哥回来了，他怎么跟李婶打起来了？大哥不会打架，肯定会被欺负的。我去看看，你放心。小安，你去了别客气，直接朝那李招娣身上招呼，有事儿娘担着。好。嘿，你别以为你读了几年书你就了不起啊！老娘啊！他抓着陆成头发的手突然被一只大掌拧住。你没事吧？陆成紧蹙着眉头，正在打量许安。好你个李招娣，你竟敢打我的儿子！我儿子是读书人，你打坏了你赔得起吗？啊！李招娣一只手被许安扭脱了臼，只剩一只手根本打不过乔玉。好痛啊！你快放手，乔玉，别抓了！啊！我放你娘的手，竟然敢打我儿子，当我陆家没人了是不是？乔玉也打累了，也在歪脖子树下坐下来。他喘着粗气问陆成：“他干了什么？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我刚回来就听到他在说田二，说什么他被你们嫁给了一个莽，说田二今天回来的时候看上去不对，肯定是被打了，还说他今天回来就是被退了回来，而且什么？而且还说以前来提过亲被爹打出去的李老头可以再来试试，毕竟田二已经嫁过一次人了，被迫了。他还没说完，喘着粗气歇着的乔玉腾地站起身，又朝李招娣冲了过去，看他不撕烂了他那张肮脏吐着恶臭的嘴。结果乔玉还没冲过去，一个身影先行了一步，瘫在地上的李招娣还没反应过来，另一个完好的手传来锥心的痛。李招娣凄惨的声音又响彻了一遍清溪村。谢得好，就该把他那张烂嘴也卸了。李招娣的男人被人叫着赶了过来，见到乔玉几人愣了一瞬。你个贱人，又在背地里嚼了什么舌根？你这张嘴就不能卸下吗？整天给我惹事。对不住啊，乔嫂子，你放心，我回去肯定好好教训他，你别放在心里去。男人见乔玉不说话，陆成啊，你别跟你李婶计较，他就是一个粗人，什么也不懂，还不走？我的手被他卸了，他不给我接上，我还怎么干活啊？谁卸的？这要去找郎中，还得花个10个铜板才能接上。打你就算了，怎么能卸你的手？你手没了，家里的活谁干？就是他。
男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眼神一愣：“你是谁？跑到我们清溪村来做什么？你最好给他的胳膊装回去，不然我让你出不了清溪村。”徐安沉沉地看着他，男人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害怕他一拳直接打下来。他悄悄地退后了一步。你看什么看？我们清溪村的人可团结了，你卸了我媳妇的胳膊，怎么也得赔点汤药费，我也不要多了，你给个100文就行。见徐安还是沉沉地看着他，不为所动，他脸上挂着怒气，朝四周的人大喊：“你看什么看？我们清溪村的人可团结了，你卸了我媳妇的胳膊，怎么也得赔点汤药费，我也不要多了，你给个100文就行。你们快来啊！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人跑到我们清溪村打人来了，虽然你长得是挺壮实的，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上，你也打不过吧？我劝你赶紧老老实实的把他胳膊给接好，再把汤药费给赔了。”你们干什么？陆丫头，这是……他是我相公。李招娣男人也没料到这是陆田的丈夫。误会，对不起啊，没认出来。怎么，你不是要让我家女婿出不了清溪村吗？怎么现在这么怂了？瞧你说的，我这不是也不知道他是你女婿吗？都是一个村的，大家各退一步啊，各退一步好不好？这次就算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下次还让我听到，就没这么容易算了。至于你的手，你就自己去找郎中给你接吧。若是不服，你大可以来找我。走，我们回家。你那一手蝎腕子的功夫好厉害呀！你能教娘不？我若是学会了以后，看谁还敢在背后嚼陆家的舌根。其实很简单的，你握住他的手腕，然后……徐安拿着自己的手给乔玉做示范。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突然你就跟他成亲了？他是谁啊？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什么人？你成亲这2个月过得怎么样？大哥，你问这么多问题，我先回答你哪一个？每一个都要回答，你快跟我说呀！那李婶说爹为了骗你才将你嫁了出去，这是怎么回事啊？爹最疼你了，怎么可能会为了骗你将你草草嫁出去啊？怎么会？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和徐安成亲是我自己看过后点头同意的，爹没有逼我。你如何认识他的？你怎么会同意？是他们自己上门来提亲的，见到他人我才发现我见过他，他就是1年多前救了爹的人。是他，就算是他救了爹，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感谢他，何至于要你嫁给他？是不是他挟恩图报？你跟大哥说，大哥给你做主。不是，他都没提过救了阿爹的事情。陆田拉着他，是我自己认出来的，且他说了不介意我的懒病，成亲后也会对我好，我才同意了成亲。你就信了？大哥不是跟你说过，男人的话信不得，他万一就是甜言蜜语骗你呢？大哥，你看他救阿爹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的为人不差的，而且成亲以来，他确实对我不错的。他是哪里人？就隔壁小河村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只有他和一个爹2个人。没有娘。徐安爹爹打猎摔断了腿后，第3年他娘就跑了，你千万不要在他身边提他娘的事情。虽然徐安看上去好像不在意他娘，但陆田知道徐安只是面冷心热，他心里肯定也是在意的。你等等，意思是他不仅没有娘，爹还是个摊子。你，哎呀，你小声点啊！我不同意，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嫁过去伺候他们爷俩吗？爹娘都是怎么想的，竟然会同意？爹是不是看在他救了自己的份上同意的？他的恩情难道要让你搭进去还吗？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爹什么为人你还不知道？这门亲事是我自己点头同意的，且你怎么能以表象判定别人的家庭呢？难道因为生在这样的家庭，徐安就不能娶媳妇了吗？我嫁过去已经2个月了，根本不存在你说的去伺候他们爷俩。徐安一个人包揽了家里所有事情，甚至还包揽了他的事儿。徐安家不是他的负担，他反倒给徐安增加了负担。见幺妹有些不高兴了，陆成急了：“田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他这样的不能娶媳妇儿，我只是心疼你啊。”我知道大哥的心情，你放心吧，他对我挺好的。真的？真的，这2月来我过得跟在家里一样。他去了镇上也会像你一样给我带零嘴和画板，他舍不得吃的肉会让给我吃。这么久，我除了帮忙烧火，一件事也没让我做过。对你好就好，你记住，大哥永远在。若是他对你不好，你就来找大哥。大哥虽然打不过他，但总归拼了这条命，也得教训教训他。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和他一起把日子过好的，你也争取早点给我找个嫂嫂回来。好。在陆家吃了晌午后，陆田和徐安就告别返回小河村。陆成眼巴巴的送他们到村头才回去，他很想让陆田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但马上要过年了，这时提出来不合适。我大哥肯定又给我带了他去过的地方的新鲜玩意儿，上次他回来给我带了一个簪子回来，可好看了，不过被我搞丢了。什么样的？上面有一颗小小的红珠子，下面掉了2条穗，那颗珠子特别漂亮，我们这都没有那么好看的款式。嫂子，村头有人耍戏法，我们一起去看呀。什么戏法？杂技，特别厉害。我看到那人在一个特别大的钢圈上面走。走啊，我们去看。陆田点头，他叫上徐安和徐成才。村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新年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哎，妞妞，这是谁呀？我嫂子呀。你嫂嫂？你家大哥何时成亲的？不是，是我徐大哥的媳妇儿。哦，徐安的呀。没想到徐安倒是个有福气的，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是哪个村的人呀？七溪村的。就是我们隔壁那个村，那挺不错的。这女娃子长得可真漂亮，都不像是村里的人。就是这皮肤真好，看得我一个女人都想上前捏2下了。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没有孝心，过年了将自己打扮得那么好，都舍不得给自己公爹织一件衣裳。哎呦，陈老哥啊，这是又织了一件新衣裳呀，这布料看上去可真不错啊。那是，这可是我花了5文钱买的料子，
找的都是老师傅做的。难怪呢，这料子看上去就好，老师傅的手艺没得说，穿在你身上真合身。谁说不是呢？本来我还嫌贵不愿意，但我家儿子有孝心，就想给我买这么好的料子，我推都推不到。我家儿媳也孝顺，怀着身子都要去挑水挖地，我晚上洗脚都要将水给我端来，吃点好的都要紧着我先吃。陈老哥这日子确实过得不错，你家儿子和儿媳妇儿都孝顺着呢。那是，我儿媳可不敢穿得花枝招展的出来，嫁了人了没个嫁了人的样子，不知道穿这种衣裳出来是要勾引谁。我说有的人也真是不懂事，好吃懒做就算了，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却让公爹穿着破布衣服。陈老伯，你说谁呢？他好意思说我阿牛嫂怀着身子，你都还让他去给你挑水，若不是你逼着他去，他会去吗？你个女娃子懂什么？怀个身子有什么？哪个女人不怀娃？阿牛他娘怀她的时候不一样，每天都要挑水做饭洗衣服种地，样样都干。呸！大娘为什么啥都干你不知道吗？她不干难道指望你吗？一天天的啥事不做，只会到处显摆。你去问问小河村，哪个人没听过你显摆过？你问问他们听烦了没有？路过的狗应该都听烦了。你个丫头片子竟然这么没有礼貌，我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陈老伯这是想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这赔钱货竟然这么说我，还懂不懂什么是尊老爱幼？我可不得替他爹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不尊敬长辈的后果。你算个屁！就你还想当我的长辈？你看看你有个长辈的样子吗？我阿牛嫂怀着身子，被你搓磨的只剩一把骨头。你倒好，整天在外面炫耀，谁不知道你家穷的连颗米都见不到啦？您自己爱面子，就让全家都吃不饱饭。为了你身上那件破衣服，家里唯一的一袋米，你都让阿牛背去镇上换了粒米，其余的卖了给你买衣裳。你不为别人，竟然连你那还没出生的孙子都不顾。你也不看看你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你身上的衣裳穿得再好，也掩盖不了你骨子里的恶臭。爹，你别生气呀！李苗花，你别说了，你想将我爹气出个好歹来吗？怎么许你陈家做得出来，不许我说呀？我偏偏就要说。还有你也一样，长得个五大三粗的样子，结果私底下竟然是个没有主见的于小男。既然对你爹那么好，你就自己蘸盐子，省你自己的口粮啊！阿翠都怀孕7个月了，一锅稀粥你们一家几口就喝了干净，等她挑完水回来，你竟然就给她留了半碗米汤。你也是真做得出来呀！她怀着身子饿得都快晕了，你竟然还说她是装懒不想干活？你们陈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李苗花一阵输出，说的阿牛一家哑口无言。李翠，你还不让他住嘴？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家里什么事情都向外说啊？让他说。他早就受够了陈家，他生第一胎时就不容易，这一胎到了7个月了，他的身子成了这副样子，能不能挺过生产那关都难说，索性也想破罐子破摔，撕碎了陈家人的面目。你说什么？李翠，你反了不成？你别忘了你是谁？我是谁？你说我是谁？陈阿牛，你当初娶我时明明说了会对我好，照顾我，结果这就是你说的照顾我吗？我从嫁过来就任劳任怨，想着一家人齐心协力，总能将日子过好。结果你呢，让我伺候你们一家老小就算了，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你说卖就卖了，你宁愿拿去给你爹做衣裳，也不愿意让你女儿吃一顿饱饭。他一个赔钱货，吃那么饱干什么？我爹说了，儿子才是真的，女儿以后都要嫁到别人家里，有2口吃的吊着就行了。你爹说，你什么都是你爹说，你离了你爹就活不了了吗？李翠，你疯了是不是？我是疯了，我疯了才会跟你跟了这么久，我要跟你和离。你莫不是疯了？就你这样的还要跟我和离？你别忘了，你娘家都已经死绝户了，你离了我，你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还和离？信不信我一封休书扔在你的脸上？陈阿牛，你说什么呢？你不就是看到阿翠没有娘家人的份上，才敢这么欺负她吗？她跟你和离了，怎么没有住处？你别忘了，你们现在住的房子是阿翠娘家的，你们陈家的房子早在4年前就垮了。我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垮了？我看就是你坏事做多了才垮的。房子？什么房子？那就是我老陈家的房子。他若不想跟我过了，家里面没有一样东西他能带走。你无赖！李翠，你可想清楚了，你若真是不和我过了，不仅家里任何一样东西和大妞你带不走，你这胎若是生了个儿子，你也得给我们陈家送回来。当然若是个闺女，那就送给你了，家里已经有个赔钱货就够了。陈阿牛，你竟然这么无耻！你不仅占了我娘家的房子，你还占了我娘家的地，这些你竟然都想据为所有吗？哼，什么叫据为所有？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你别忘了，那些东西都是随你的嫁妆过来的。自古以来，你听说过哪个被休弃的下堂妇能带走嫁妆的？李翠只觉得喉间一口心甜，一口血被气吐了出来。哎呦，阿牛嫂媳妇，你别动气呀！哎呦，阿牛嫂媳妇，你别动气呀！你别忘了，你还怀着身子呢。陆田看到这一幕，眉头紧蹙，他帮李苗花的忙，把李翠扶到一个树下面坐着。你想要和离的心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我可以帮你。你又能怎么帮我呢？除了房子和田地，还有什么是从你娘家带过去的？或者说你还想要带走什么？还有大妞，他们一家人都不喜欢大妞，我不放心让他们带，不然大妞迟早会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如果能带走大妞和房子，还有我娘家的地，我一个人就能将他们养大。只要他们答应，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要配合我，不管我说你什么，你都不要往心里去。你要想着，我只是帮你带走你的东西和你的女儿，你能不能做到？好。陆田起身走到陈阿牛的面前，你想要休妻？我是想休妻。历来休妻都有个理由，不知道他是犯了哪一条啊？他犯了什么？被这么一双漂亮的眸子盯着，陈阿牛梗着脖子，半天说不出什么话来。陆田轻笑一声，国法有明，妻子未犯妻出之罪，不可休妻。若实在过不下去，方可和离。你既说不出他犯了哪一条罪，便不能休妻，只能和离。那便和离。当真？决定了。当真，决定了。我大哥是陆成，相信你们听说过，他教我识了些字，不如我就帮你们写一封和离书。陆田四处瞧，想找个可以写字的地方。徐安给他搬了个平滑的石头放在树下，和离书很快写好。他展开吹了吹墨迹。你确定要和离吗？要。他的指印按下之后，陆田偷偷轻呼了口气，因为紧张，心脏微微缩起来的心脏缓和了一些。他又将和离书拿到李翠的身边，看着陈阿牛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和离书。李翠最后一丝情意也被磨灭，她绝望的眼底换了种坚定的情绪。她没有用红泥，直接生生咬破了自己的大拇指，血珠冒出来后，她也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记得等会儿配合我，既然已经和离，你们同李娘子便不是一家人了。只是李娘子刚刚跟我说，让我转告你们好好照顾大妞，不过你们照顾的时候要小心些，因为什么？哎呀，我本不想告诉你们，但都是一个村的，我还是给你说了吧。他悄悄地对陈家一家人道：刚刚李娘子跟我说，你家大妞好像得了个什么传染病，她脖子底下长了好些疙瘩，时间长了化了些脓包，怎么也不见好。起先只以为是被虫子咬了，没想到因着她每天照顾大妞，她自己的脖子也长了好些。你也别担心，有可能也不是传染病，不过你们照顾大妞的时候最好注意些，这病应该不致死，只是长了那些疙瘩会有些难受。你们可以带她去镇上的郎中看看，我曾经听我大哥说过这种病，说是叫个什么痘，去了镇上开几副药，20文钱就能医好。多少？20文。他说的是真的，大妞真的有那什么老狮子传染病。大妞是你的女儿，既然是你提出的和离，大妞得你自己带走，我们陈家才不养这么个赔钱货。你们刚刚不是说大妞不让我带走吗？怎么听说她可能有传染病后，你们就不要了？你们怎么就能这么心狠？你别给我说那么多，生了个赔钱货，只有你一天当个宝。既然你那么喜欢，你就自己带走，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陈家没有关系。哼。你们想要这大妞大了给你们干活，这会听到她治病要花20文，你们就不要了。你们这么善变，我如何相信你们？你想要怎么样？和离书到手，除非你写下断亲书。写就写，就那么一个赔钱货，也就你当成宝。还有我腹中的孩子，你也要一同写上。不行，若是你腹中是个儿子，就必须要回归陈家的。若同样是个赔钱货，我陈家才不屑要。既然这样，那我就干干脆脆一个也不要。大妞你也自己去医，若是你舍不得治，就让他那样，看你陈家受不受得住对自己女儿都见死不救的口水。陈阿牛被他说的一噎。他没料到，刚刚和离，李翠的性子就如此大变。你们自己考虑，要不一个都不要，要不都要。答应他，爹啊，就他那身子，这胎到底生不生得出来都不知道，何况也不一定是个小子。用我们家的条件，你再找一个还不容易。对哦，那就还是我为你们拟断亲书吧。陆田嘴角终于咧开了一个笑意。这会儿你可以说说，从你娘家都带了什么东西过去，记住一个东西都不要漏。阿翠，别哭，你放心，以后你生了小孩，我照顾你。我们剩下的日子把身子养好了，我不会让你出意外的。李翠感动地抱着李苗花痛哭。对，一天天只知道哭，不知道哭个什么。晦气！你说这些东西，你全部要收回去，你怕是在做梦吧？现在这些可都是我陈家的东西，而你已经跟我们陈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所说的一样也带不走。能不能带走，就不是你说了算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本就是他娘家的东西，他自然能带得走。你说的个屁话！那都是他带过来的嫁妆，古往今来哪有被休了还能带走嫁妆的人？陈老伯莫不是年老记性差，他们刚刚签的可是和离书。根据大武律例，协商好了和离的人，男方需原数退回女方的嫁妆，女方原数退回男方的聘礼。他家可是给了你家什么聘礼？没有，他家连一担米都没有给我家送过。不对啊，陈老伯，你当初不是说娶李娘子时给了50文和2担米作为聘礼吗？怎么现在李娘子的意思是你家什么也没出就得了媳妇儿啊？对呀，我也听到陈老伯说过，说他家为了娶媳妇儿那可大方了。对，也跟我说过。我也想起来了，也跟我说过，当时还害得我好一阵羡慕呢，还想着该把自己闺女嫁过去。哎呦天老爷，还好没有。陈老头被周围一人一言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怎么被拆穿了生气了？大话说多了，你自己都相信了吧？你不管你怎么说，你要和离就和离，但东西你一样也别想带走。陈老伯，难道你连大武律例都想罔顾了吗？我可是听我大哥说，趁乱平定下来后，上面对民生关注的紧，说是发现有人侵占别人家财产闹事的，被抓到可是要处以绞刑哦。你胡说，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我怎么侵占他的了？何况这怎么可能犯得上绞刑这么重的罪？有没有这么严重？
不如我们报个官试试。你好啊，你跟那婆娘串通好了的是不是？先是哄着我们切了和梨树，这会儿才来撕破脸开始抢东西。怎么能说是抢呢？李娘子这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李翠，没想到你竟然这么阴险歹毒！你若是将房子和田地收了回去，我们一家还怎么生活？你一个女人要这些做什么？自己随便找个山洞凑合就得了。你让我一个有着7个月身子的人带着大妞居住山洞，陈阿牛，原本我以为你只是有点愚想，没想到你的心竟然这么狠且无耻。你问我把房子收回来了，你们一家怎么生活？你自己不说了，可以居住山洞啊！我告诉你，那个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是我娘家的，你连一只碗都别想带走。陈阿牛呸了一声：“你休想！要住山洞，你自己去住。”呸！啊，你别急，沉住气。你确定不还？处以绞刑也不怕？你根本就是在吓唬我。这点事怎么可能会处以绞刑？最多关上几天，关了也就关了。看来大武的心律你还没看过呢。前年大战之后，为了平复动乱，当今圣上制定了分封制，为了防止一些人欺善怕恶、趁乱抢掠发生暴乱，特意加重了刑法，以儆效尤。你们确定要李娘子报官，让官府处理？别报官！爹，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样我们就没有住的地方了。你快去跟你媳妇认个错，一家人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何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大妞的娘何至于这样？你把和离书撕了，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我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你放心，以后我们老陈家一定会对你好的。就是阿翠啊，我们不和离了好不好啊？你放心，我以后会对你好的。你把那和离书撕了吧。陈阿牛，我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这种变脸的功夫？你的脸变得可真快呢！刚刚不是还硬气让我去住山洞吗？怎么轮到你们就住不得了？不可能！你陈老头气急攻心，直直倒了下去。陈阿牛赶紧接住自己亲爹，发现他瞪大着双眸，嘴里想要说些什么，嘴巴张了半天，却一个字都出不来。爹你怎么了？爹，李翠，你看你把爹都气成什么样了，你还要把他气死吗？一报还一报，我刚刚不也差点被你们气断气吗？他现在还能感受到刚刚那阵吐血的绝望。大不多起的时候，他就在家里睡觉，直接翻墙进去，抱出来了。这不错，而我给你拿好吃的。一个赔钱货，也就你当成宝。对，大妞脖子上根本没长疙瘩。转头看向陆田，你骗我，大妞根本没有传染病。陆田勾唇，笑得天真无邪。说的是大妞可能得了，没说肯定有啊。咦，你跟李翠串通好了的，你就是为了哄我签下断亲书是不是？陈阿牛说着就准备去李翠身上抢大妞，还没走近，胳膊被一只有力的大掌攥住。你放开我，要断了！我的手要断了！你想要干什么？陈阿牛已经痛得额间布满冷汗，手腕的骨头仿佛都被徐安捏碎了。你先放开我！陆田过去站在徐安的身边。你们什么时候从李娘子的房子里搬走？我为什么要啊？我搬。他有预感，他若是还要嘴硬一次，他的手腕会直接在徐安的大掌下折断。陆田转身朝李翠走去。你的和离书和断亲书尽快去官府盖上印，以后你就是自由身了。接下来好好将身子养好，日后才好生产。谢谢你，多亏了你。在村里人最闲的一天发生这样的事，大家也对李翠的遭遇不平，到最后甚至整个村的人都帮忙看着陈阿牛一家灰溜溜的从李翠娘家的屋子搬出去。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你就来找我。你放心吧，我跟阿翠从小一起长大，这段时间我会照顾她的。哎呦，这陈老头一生最爱炫耀了，吃了一块肉，穿了一件新衣裳，都要在全村炫耀个遍的。结果呢，哎呀，也是他们活该，一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有时候啊，我看着李翠都觉得心疼。那陈家不就是欺负李翠没有娘家，没人帮他做主，结果没想到今天踢到了铁板。一个妇人问陆田：“我们没文化也不知道，惊吓侵占别人财产，刑罚真这么重啊？”陆田淡笑不语：“哎呀，没有，在小河村也有啊。对这些仗势欺人的东西就该这样。看来呀，还是要识点字才行，能唬住人呢。”老徐啊，你家媳妇儿聪明着呢，知道以退为进。今天要不是她，只怕李翠没那么容易脱得了身哦。而且还把房子和田地拿了回来。是啊，陆丫头聪明。哟喂，一直看陈家的热闹去了。老徐啊，你终于换了新衣裳啦！哎呦，这料子看上去真不错，你穿上呀都年轻了好几岁。也是陆丫头选的，她眼光好。老徐有福哦，也想到了儿媳妇的福啦。你看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徐安抬头，过了子时，徐成才的哈欠已经打了无数个。对于以往虚时就睡觉的人，坚持到现在已是不易。徐安给他背回房休息，再回到院子，陆田也有些昏昏欲睡。
徐安来抱他时，他指尖懒懒地靠在了他的怀里。回房，徐安如抱小孩一样把他抱在自己的腿上。下次不可以这样了。什么？不能利用你的脸蛋去迷惑别人。陆田的瞌睡虫都醒了几分，白嫩的脸颊上顿时绯红一片。他确实在骗陈阿牛签下和离书时利用了一下自己的容貌。你生气了？徐安双眸看着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徐安圈住他的手慢慢移动，他伸手抬高他的下颌，逼着两人四目相对。徐安低头吻向他。田儿，新年快乐。我生气，但我也是为你欣慰啊！哎，你怎么会帮那个李娘子啊？那个陈老伯骂我。骂你什么呀？反正不好听。不过看他今天的情况，他以后怕是也没机会骂人了。徐安把他翻了个身，捏了捏他的鼻头，眼底的宠溺隐在了黑暗中。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啊，我就不去了。你是回娘家，我去不合适。陆田还在劝他，怎么不合适了？爹，你就跟我们去吧。大过年的，你一个人在家怎么行？没事的，我自己一个人呢，在家也习惯了。你们快回去吧，别让你爹娘久等了。真不去啊？不去啊。哎呀，你放我下来！徐成才话还没说完，徐安就已经蹲下身，强制的将他背了起来。对付徐成才，徐安更了解。徐安让陆田等他把徐成才送到陆家再来接他。为什么？我跟你们一起不就行了？确定？那里的倒刺儿会划了你的衣裳，还有可能会划破你的肉。我在家等你把爹送过去，好来接我。还有可能会划破你的肉。我在家等你把爹送过去，好来接我。陆田几乎在徐安的话落就变了主意。徐安机不可察的轻笑了声，不用迁就陆田的步伐，他就算背着徐成才，脚程也很快。不到半个时辰就又返了回来。你怎么这么快？怎么了？好漂亮，好香啊！哪里来的？山里。这么一会儿你还去了山里？爹呢？爹已经送去了你家里了。从山里走近路到清溪村，只要1刻钟的时间。近这么多？小庙走走。不难走，我背你。四处杂草丛生，耳边回荡着林子里的唰唰唰声。陆田胳膊紧了紧徐安的脖子。怕？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怕吗？忘记了怕。你几岁开始上山的？14岁。这么早，爹也放心吗？草丛间传来声音，陆田惊呼：啊，是什么？是只野兔。看来可以加餐了。哎，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徐老弟，吃菜到了这里就是到了家里，千万不能客气。徐成才腼腆的笑了笑。好。一家人起快开饭。你干什么？拢共就那么些肉，你要一个人全吃了吗？我不能吃吗？这做出来不就是吃的吗？要是我不能吃，我还跟你回来干什么？小团子因为朱大志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小嘴巴一瘪，又哇的一声哭出来。乔玉赶紧站起身，把他抱在怀里。哎呦，小团子别怕啊，外祖母在呢啊，没事。你吼什么？好好说话不行吗？小团子都被你吓到了。我吼什么了？好好吃着饭，你撞我干什么啊？不然有这一出吗？朱大志说完，重新拿起筷子，伸进盆里，就将刚刚掉落的鸡腿夹了起来。3两口下，一只鸡腿就剩下一截鸡骨头。陆巧还要说什么，乔玉暗地对他摇了摇头。徐安作为新女婿，第1年回来，且还有徐成才在，再扯下去，今天这顿饭他就不好咽下肚了。阿姐，先吃饭。好，你也吃。一顿饭吃得沉默，只有朱大志一人吃得肚子滚圆，心满意足。吃过饭后，陆巧帮着乔玉在灶房收拾。这大志对你怎么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在这里都这样，回家了是怎么对你的？没有，在家他也是这样的态度，他就是态度差些，其他没什么。巧儿，当初你要嫁给他的时候，我和你爹就不同意，但既然嫁都嫁了，到了这步也无法改变。这世道女子难为，日子清苦些还能勉强接受，但若是一家人不齐心，这日子是过不好的。一味的忍耐只会加重他的志气，变得越来越过分。陆巧眼尾泛红，垂眸不语。这边屋外陆成也摸了摸陆田的垂着的头顶，还不高兴？陆田转头看了眼瘫在躺椅上悠哉在院子里嗑瓜子的朱大志。大哥，我心疼啊姐。陆成也顺着陆田的目光看过去，朱大志抓着一把瓜子塞进嘴里，噗几下就只剩瓜子壳吐出来。他对你大姐的态度越来越过分了。当初大姐就不该嫁给他，他以为自己多厉害，若不是大姐那次。他话还没说完，被陆成捂住嘴。他对着陆田摇了摇头，陆田咬了咬唇，歇了话语，但他还是气不过，2颗圆滚的眼珠子转动。陆成一见就知道他在思考什么，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接收到大哥的眼神，陆田和他们对视，挑了挑月牙般的眉。陆成暗自对他点了点头，意见统一。陆田的唇角高高翘起，两人头靠头的一阵嘀咕。过了1刻钟左右，陆成悄悄拿了个小锄头，两人朝院子的后山走去。大哥，我来挖会儿。你别动，我来。大哥，要不重新想个法子？谁在那儿？哎，你们在干什么呀？你怎么在这儿？帮爹背柴。哎，你们挖坑做什么呀？给朱大志准备的。哎，我帮你们，只是给他个教训，要不要让他锯只腿啊？别，只是想给他个教训而已。对，好。他把身上的柴卸下来，拿过陆成的小锄头，3两下功夫就将陆成挖了1刻钟的坑扩了1倍。你怎么这么厉害？挖坑挖习惯了，经常布置陷阱。这有什么技巧吗？挖坑蛮力就行了，做陷阱有技巧，看你想让他死还是想抓活的。所以他挖的慢，就是单纯的力气不够。陆田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做陷阱这么厉害的吗？还可以决定要活的还是要死的？你跟我讲讲，万一以后我用得上。陆田也捧着脑袋，一脸好奇。见此，
徐安边挖边给两人说了布置陷阱的事儿。如果要活的话，你就让他进去了，以后就跑不出来。挖坑的时候呢，像……越听陆成看徐安的眼神就越崇拜，听得我好想也去打一次猎。有机会啊，带你去试试。挖了半个多时辰，坑终于有了雏形。徐安丈量了下，确定高度合适后，对他们道：“差不多够了。你这身形都是怎么练的呀？跑山跑的。”回到家，发现院子里只有朱大志一人，大拉拉的翘着腿儿嗑瓜子儿。两人对视的眼里闪过欣喜。只有朱大志一人，事情就好办很多。林婶子家的橘子好甜呀，可惜就摘了一个，他就来了。等下我们悄悄再去摘2个。嘘，小声点，被爹听到又要念我了。去是可以，不过要走到那条小路的尽头。你这会儿不会犯懒病了？大哥，待两人走远后，朱大志停下嗑瓜子的动作。他隐隐听到他们说什么橘子，他看向陆田两人回来的方向。村里人种果树的少，一个村里也没几棵橘子树。朱大志想想，起身朝后山走去。他正好瓜子嗑多了口渴，去偷几个解渴。陆田和陆成窝在窗户边，去了，他去了。就知道他听到有吃的会忍不住。乔玉和陆强两人出了灶房，就见两人鬼鬼祟祟的窝在窗户边。两人问他们干什么，陆田和陆成两人做贼心虚，听到声音同时转身，两人眼睛看着脚下，心虚道：“没什么，我们聊天呢。”对，你看，成亲这么久了，还这么害羞。阿姐，几人瞥去陆成，娘儿三去了陆田之前的房里说私房话。陆成也没兴趣上前打听，他转过身出去院子陪徐安。你跟徐安的体型差这么大，夜里还受得住吗？阿姐说什么呢？田儿，别害羞，快跟我们说说。还好吧？还好是什么意思啊？你别吞吞吐吐呀！你不知道反抗，男人就是这样，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你要是不反抗，他自然……他突然顿住，得，幺妹这样的体型对上徐安，反抗应该也是无用功。你男人25才娶了媳妇儿，这样也能理解。不过娘不是教过你，你受不住时就示弱。你这脸蛋上红着眼眶挂几滴泪，谁看了不会心软？我每晚都哭了呀。他看见也没心软，这是怎么回事？看女婿喜欢你的程度不应该呀。黑灯瞎火的，他也看不见吧？倒是每次听到他哭声后，动作更急了。每次都是熄了灯的，女婿也愿意呀。开始的时候不想熄灯，我不愿意，然后他就没提过了。你呀，照这么说，你们这么久了还没真正的坦诚相待过，难怪你看到他看你这么害羞。乔玉恨铁不成钢，他都看不到你怎么怜惜你呀。得亏女婿愿意迁就你，不然……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亮着灯啊？开着灯我更害怕。你别抗拒这事儿啊，越这样你越得不到乐子，你就会越难受。田儿，你这样时间长了会跟女婿有隔阂的，因为你不愿意和他做那事儿，所以才不愿亮着灯让他看你。这种事情也是要两厢情愿的，到时你就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你听娘的，下次他不想熄灯就算了，你受不了时就对他示弱，掉几个金豆子，保管他会更加疼你。陆巧也朝他点头。陆田疑惑，亮着灯和熄了灯有这么大区别吗？黄昏时，小团子他爹呢？陆成拍了拍头，有点激动。下午跟徐安聊着去了，忘了这茬。这算起来已经过去快3个时辰了。陆有为不解，你这么激动干甚？啊，我没激动啊。你去问问巧儿，难道他自己提前回去了？我下午好像看到他朝后山去了，应该不是回去了吧？后山？他去那儿干嘛？这谁知道？我去找找看。爹，我跟你一起去。徐安也对徐成才说了声，追着他们去了。救命！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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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体力不支导致他的呼救声越来越小。走在前面的陆有为隐隐听到有人喊救命的声音，他喊了一声：“陆大志，爹，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怎么回事？陆有为想去拉他出来，都没地方下手，几个人没办法，只能抱着头转了下。陆成暗地里使了大劲儿，朱大志只觉得脖子都差点被扯断。疼！这怎么办？怎么卡这么死？你怎么掉进去的？终于被解救的朱大志脸上泪水汗水糊了一脸，浑身是泥，狼狈不堪。不知道谁这么缺德，在这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哎呦，不行了，我要回去上茅厕。你去啊，我走不动。他的脚早就僵了。陆田一直憋着笑站在陆成的身后，听到他的话，嫌弃的捂住了鼻子。最终，朱大志是由徐安拖回去的，没有人愿意背他。你去后山干什么？我不就是听到橘子响。朱大志突然顿住话，
不对，我是听到你们俩说后山有橘子树才去的，是你们故意挖坑害我。你说什么呢？你可别乱冤枉人，田儿连路都懒得走，怎么可能去挖坑故意害你呢？他不挖，陆程也不能挖。你是不是有病啊？陆程那双手都没挖过地，他要是能挖那么大个坑，那都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手上得磨出多少泡，你觉得可能吗？你可得好好看清楚了，那不可能，那是怎么回事啊？就刚好我掉进去了，而且那土明显就是今天挖的呀。不对，肯定是他挖的。他一个猎户挖坑肯定厉害，一定是他帮忙挖的坑。徐安看了眼他，淡淡转了视线，就是他，一定就是他。行了，徐安吃过商务饭，就去帮我背柴了，哪来的空给你挖坑？后山有时会有些野鸡野兔，于是有人设的陷阱，你自己走路不小心些。陷阱挖的那么深，我才不信，就是他，一定是你们3个商量好的，你们3个合起伙来害我。你有什么证据？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看看他，长得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不然小团子怎么会见到他就被吓哭？朱大志，你说什么呢？你说谁长得不像好人？我看别人都不掉进坑里，就你掉进去，就是你自己缺德事做多了，活该。你不要仗着你个子大，我就不敢打你啊！我记得你没有口吃啊，这是怎么了？被卡得太久的后遗症啊？要不去看看郎中？你快点收拾东西回家！你要回去就自己回去，巧儿要带着小团子在家里住几天。谁同意了？你说住就住吗？明天地里还要出草，你忘了？怎么非得他去？你们离了他就活不了了？你没长手啊？你是不是要留下来？陆桥点头。那我自己走。他说完就气冲冲朝着村口的方向走。没了朱大志，陆家和和美美的吃了一顿晚饭。眼看天色越来越晚，徐安想先把徐成才背回来，再回来接陆田。大哥和阿姐叫我在家里住几天，正好阿姐和小团子也在，我陪陪他们。3天后我来接你。不用，我多住2天。那5天后我来接你吧。哎呀，不用，我回来时让大哥送我就行。阿姐这次决定多住一段时间，我陪陪她。早点回来啊。陆田点头，他交代徐成才照顾好自己。徐成才在徐安背上笑，好，你也多陪陪你爹娘。舍不得。还站在院门口的陆田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阿姐，没事，阿姐懂的，你们这还是新婚夫妻呢。不喜欢阿姐了。好，不喜欢我了，喜欢许安了是吧？哎呀，阿姐，村里人的过年也只能偷懒那么几天，年后马上就是春耕。卯时1刻，陆田小心地拉开被子，起身穿衣服。阿姐，你又不叫我？你再睡会儿，还有点早。陆田摇头，他起身穿衣，跟着陆巧出了房门。阿姐，今天早饭做什么？做玉米馍馍，这个有点难，你也要学？陆田清脆地回了声学。不用你做，你徒弟。他顿住了话。阿姐，没嫁人前我有你，大哥、阿爹、阿娘疼，你们宠我、迁就我，我可以任性，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毫无保留的爱我。可是我现在已经嫁人了，徐安虽然对我也很好，可是2口子过日子，这会儿他可以做到这样，那以后呢？虽说我们该一条心将日子过好，不能猜忌对方，但总归我们也要有能自己生活的底气。如若实在过不下去了，那就和离，总归不会谁离了谁就活不了了。就像李娘子，她在夫家的时候也是卯足了劲儿要将日子过好的，但她一个人努力没用，终究将日子过成了那样。好在她自己就很勤劳，所以她有和离的底气。凭着她的心性，我也相信她就是和离也会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小女做的不错，田儿，你第一次就能做成这样，已经很棒了。不信你吃吃看，只是看着有些糊，但是很好吃啊。自那天后，陆田学的时候更加的认真，家里人虽然心疼他，但也知道这是陆田的必经之路。事到如此，他们没能力能永远庇护他。我已经享受了18年这样的日子了，比起别人不知道幸福了多少倍，你们就不要心疼我了。你想得通就好。是该回去了，马上春耕是家里最忙的时候。巧儿，阿爹想跟你说些话。阿爹原本一辈子也没个什么本事，但阿爹想跟你说，你和田儿都是我的女儿。这些年我知道我对田儿有些偏心，因此忽视了你，这是阿爹的错。当初你要嫁给朱大志，我跟你娘不愿意，我们也跟你生了些嫌隙。但阿爹想说的是，你永远是我的女儿。现在我们不论当年，只论当下，你不仅是朱家的媳妇儿，小团子的娘，也是我们的女儿。有我们在，就永远会有你的家。有些错犯了便犯了，但不能将错就错，一直错下去。巧儿，若是朱家对你不好，你就回家。陆巧的眼眶早已泛红，她转过身，不想家人看到她落泪的一幕。陆巧原本还只是小声抽噎，被陆田抱进怀里后，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初是他识人不清，硬要嫁到朱家去，谁知刚成了亲，朱大志就变了个人。待陆巧哭了一顿，发泄了一番后，乔玉才开口：“巧儿，我跟你爹是一个想法，若是你跟朱大志过不下去，就回来，有我跟你爹在，少不了你们娘俩一口吃的。”对，我要养你和小团子。你不想娶媳妇儿了？不娶就不娶。你说什么胡话？你不想娶，我还想抱孙子呢。阿爹阿娘，我知道你们都担心我，但你们放心，朱家就是态度对我差了一点，但不会像别家那样动手的，而且他们该干的活还是会干，家里的粮食也都由我保管，总归我不管他们的态度就是了。现在这世的劳动力就是钱，我呢就把他们当个劳动力，养着我和小团子。若是真到了我受不了的那一天，我会回来的，指望你们到时候别嫌弃我。唉，说什么傻话，我们怎么会嫌你？陆巧都这么说了，几人便不再说什么。
总归把态度摆了出来，让陆巧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不至于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见阿姐决定了明日回去，陆田也跟着提明日回小河村。你是该回去了，再不回去，我怕我们家的门槛都要被徐安踏破了。不怪他们取笑，实在是他们在陆家也就一共留了12天，徐安在这12天里就来3趟。第一趟是他们留下的5天后，陆田见到他的时候还很疑惑：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没事儿，岳父，我明日要去镇上买种子，你们需要买什么吗？我一起带回来。不用，正好家人需要添这些东西，我过2日和陆城去镇里走一趟。他看了看陆田，那我先回去了，小团子他们还没回去的。陆田点头。夜里冷吗？要不要我把那个狐狸毛毯子给你拿来啊？过了3天，徐安拎着一只野鸡又来到了清溪村。这是我昨日打到的，给你们送来炖个汤，给小团子补补身子。哎呦，好不容易打到一只，你跟你爹吃呀？野鸡好打，您若是要吃的话，我再给他打就是了。你们人多，炖了都急也馋。临走，徐安看着陆田，还要住几日啊？陆田3日子，春耕之前吧。最后1日便是前日，徐安抱着一筐鸡蛋，足足有10来个左右，养了个鸡。特意下蛋给田儿吃的，这段时间他不在，鸡蛋呢就攒了下来，马上就要春耕了，你和岳父都补补，你们先慢慢耕着，别着急，我耕完小河村的就来帮你们。我们有鸡蛋，这些你拿回去，你们家就靠着你一个劳动力，你也得补补啊，也给你爹多补补啊。今年陆城也在，我们家那么些地，2、3天就忙完了，你忙你自己的，不用来帮我们。我跟爹2人啊，这些就够了。乔玉拿着筐子又拿出2个，这样分，不然我一个也不要。徐安媳妇回来啦！你回来了？哎，这是怎么了？在那条小路被摔了一跤，还有没有哪里伤到啊？没有。先回家，我抱你。不要，我去背爹。几人一起回到徐家，陆城一路观察小河村的情况。徐安给陆城倒了水，他让徐成才招呼陆城，自己拉着陆田回了房。不仅拧干后，徐安拉着陆田的手，小心给他擦伤口。就腕子有，其他地方没有了。我看看。青天白日的，让他脱光了给徐安看。别说有这么多天没做内事了，就是之前做内事时，他也做不到啊，他不让。徐安坚持要看看才放心，两人僵持不下，最后没办法，陆田背过身脱了衣裳。只是背着摔下去的，看背上就可以。还没好吗？身后突然传来温热，一个滚烫的身体贴上来，颈间的头发被撩开，极其热烈的吻落在了他的肩上。陆田整个人颤了一下，徐安手臂圈上来，陆田整个人被禁锢在他的怀里，他吓了一跳，还没开口，带着烫意的吻一个个落下来。徐儿，大哥还在外面。晚上不熄灯好不好啊？徐安出去后，陆田又待了1刻钟。爹，嗑瓜子儿。好。陆城和陆田闲聊时，徐成才便听着，时不时接一句话。有陆城在的原因，徐家今日的饭菜也丰盛了些。陆城有些不好意思，都是一家人，怎这么见外？哎呀，哪里见外了？贤侄难得来一次，本就应该的。吃饭别客气啊，下次不能再这样客气了，不然以后我就不来了。好，吃饭，别客气啊。晌午饭后，陆城要赶着回清溪村，到了那条小路，徐安对陆城道：“你稍等一会儿啊，跟我后面，我把这条路清理一下。”你看徐小子，他也是晌午饭后才来的这块地吧？这是快要耕完了，比牛还快呀！着实是快。你说啊，今年他还会去帮李正家耕地吗？你在说什么？徐安都成亲了，小心说出去惹人误会。切，我倒要看看徐安今年会不会娶。阿娘，你跟他们那么热情干什么？有的衣裳都不穿，脏死了。小声点儿，别忘了今年的赋税又增高了，我们还指望着他们的收成。快要走到自家地时，他看到了独自一人挥镐头的徐安，想要跑过去时，被卢兰芳拉住了胳膊。你要干什么？娘，我就去跟他说说话。不行。他拉着张文，直直的去了自家地里。这徐小子像牛一样不知累的，干了这么久，连碗茶水都没喝口。哎呀，谁叫他爱美人儿，娶的是新溪村的那个蓝美人，想让他来送茶水，我看怕是不可能哦。哎呀，也是想不通，家里已经有一个贪了的爹，又找了一个什么事都不会做的懒媳妇儿。要我选的话呀，再美的女人都不会要。嘿，这世道啊，多养一张嘴就够难了，这还要养2张，确实不容易呀。不过你们真别说啊，徐安那媳妇儿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张文的目光时不时落一眼在徐安身上，见周围人家都有人送茶水过来，只有那个高大的汉子独自一人挥汗如雨，不知停歇。徐安背朝路边，不知道张文过来。徐大哥，歇会儿喝碗茶。不用，我都给你端过来了，你就喝完吧。一个踉跄，张文摔了下去，碗也跟着掉落。徐大哥，你来扶我一下吧。徐安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不动。徐安，你什么意思啊？我好心来给你送茶水，你就这个态度吗？我说了不用啊，你自己回去吧。他说完，转头继续挥动镐头。怎么娶了媳妇儿，连我送的一碗水都不敢喝了？徐安用沉默回他。徐安，你也不看你自己的情况，就你这样的还去娶个漂亮女人回来，这下好了吧？你不仅得把她当祖宗供着，忙活了大半天，连个送热茶的人都没有。当初
张文看向周围的人，你家的地还要耕多久？快点耕完，去帮我家耕。没空啊，我这边耕完了，要去帮我岳父家呢。你说什么？你宁愿去帮那个懒女人家，也不愿意来帮我家？原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原来也是一个见色起意的东西。当初我家不过让你出5两银子娶我，你不愿意，换了那么个女人，你却愿意花出去2两，还送去那么多东西。哼，我倒要看看娶了这么一个祖宗，你能够多久？这会儿他图你能干活，等你跟你爹一样，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像你娘一样。他话还没说完，徐安摄人的眸子死死盯着他。张文被吓得顿时住了口，徐安的眸子依旧冷冷的看着他。我不是故意踢到你娘的，我。远处有一个人朝这边走来。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做了茶水，你喝看看。你做的呀？徐安取下来，先倒了小半碗，让陆田喝了后，才倒上满满一碗，灌下肚。哎，这是怎么做的呀？喝起来竟然有股凉意，像加了冰。好喝吗？很好喝。之前大哥带回来一本书，是蜀中那边的吃食，其中有一种叫薄荷水，喝起来带着清凉，是解暑利气，是用的一种叶子制水而成。那图片看上去有点像我娘家门口的草，我让大哥带去治理医馆问过，是可以吃的，然后就试着跟书里做了。刚刚也给爹喝了一碗，爹也说很好喝。哎，累了没？他没想过陆田会给他送茶水来，没想到他给了自己惊喜。陆田摇头，薄荷水不难做，现在烧火对他来说也不是难事。哎呦，徐安媳妇来了呀！刚刚还有人乱嚼舌根子，说就徐安没人送茶水，你这下呀，可是好好的打了他们的脸呐！来的人陆田认识，和徐家的屋子相邻，应该是有一些表亲关系。咦，哎呀，是什么味道啊？闻着还怪好闻的嘞！二婶，田儿做的薄荷水，二婶要不要尝尝啊？那我讨一碗尝尝。谁知喝了一口就停不下来，直到一整碗都下了肚。二婶惊讶地问陆田：“哎呀，这是什么做的呀？怎么喝着这么解暑呢？”一种叶子做的，小河村应该也有，摘了直接治水就能喝。什么叶子？有了这个水，今年的酷暑就没那么难熬了。陆田给二婶形容薄荷的样子。哎，我知道哪里有啊，等我明早去采来给你看看。若是对的话，你也教教我治水的法子。好。他只预备了徐安一个人的量，这会儿树下还坐了些人，听到二婶的形容，都想尝尝鲜，但桶里剩下的已经不多，想到家里还有，他提出回去取来。徐安让他做了歇息，自己跑一趟去提来。又一个人来到了树下，我也想试试你煮的水。陆田眉头轻蹙一下，没有抬头。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都是耳聋的。你说什么？说你耳聋，你跟你家那个木头呆子一样，别人跟你说话都不知道回的吗？你说话我就必须回吗？徐安来了后，给周围想喝的人都倒上了一碗。真好喝啊，真解渴呀！对，特别润喉，而且喝了之后啊，这嘴里还能感觉到清凉呢，好舒服啊！这比吃了口冰块还舒服。我再来一碗。我也还想再来一碗。徐安媳妇儿，你是怎么做的？陆田又对着众人说了一遍书上看到的做法。书上说的？徐安媳妇儿你也会认字？大哥教过我2年，简单的一些字会认。哎呀，那真不错。我们村里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有时啊，有人捎封信回来，我们认不了，还得四处求人帮忙看看。对呀，我大儿子去了南边，上月才寄回了封信，正愁找不到人帮忙瞧瞧。徐安媳妇儿，要不你给我看看？哎，徐安媳妇儿，你能帮我写封信吗？对，我也想写一封。切，你们还真信他会认字啊？我看他怕是根本就不认识字儿，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你们看看，他没话说了吧？我看你们找他，还不如去求我二哥，说不定我二哥心情好了，还能帮帮你们。说你耳聋，你跟你家那个木头呆子一样，别人跟你说话都不知道回的吗？你说话我就必须回吗？徐安来了后，给周围想喝的人都倒上了一碗。真好喝啊，真解渴呀！对，特别润喉，而且喝了之后啊，这嘴里还能感觉到清凉呢，好舒服啊！这比吃了口冰块还舒服。我再来一碗。我也还想再来一碗。徐安媳妇儿，你是怎么做的？陆田又对着众人说了一遍书上看到的做法。书上说的？徐安媳妇儿你也会认字？大哥教过我2年，简单的一些字会认。哎呀，那真不错。我们村里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有时啊，有人捎封信回来，我们认不了，还得四处求人帮忙看看。对呀，我大儿子去了南边，上月才寄回了封信，正愁找不到人帮忙瞧瞧。徐安媳妇儿，要不你给我看看？哎，徐安媳妇儿，你能帮我写封信吗？对，我也想写一封。切，你们还真信他会认字啊？我看他怕是根本就不认识字儿，在这里打肿脸充胖子。你们看看，他没话说了吧？我看你们找他，还不如去求我二哥，说不定我二哥心情好了，还能帮帮你们。哟，他的手腕受伤了，最近几天要养伤不能带笔。你们若是需要5日后呢来排队，先到的亲戚一天只接5个人的。文文回家了，你们在那儿叽叽呱呱的说什么？陆田说要帮村里人代笔，一封信收1文钱。多少？1文钱1封信？哪些人会愿意？平时来借个牛车都抠抠搜搜的。那女人说她帮2折宣纸，总共收1文钱，这些个没见过世面的自然就上赶着。哎呀，那意思是以后这些人就不去镇上写信了，都去找他陆田。我的天哪，一个人1文钱，若是一天有10个人，那不就是10文钱了？不行，等春耕结束，叫你二哥也来。你二哥怎么着也是个正经读书人，到那时这些人肯定首选你二哥。等人都走完后，徐安让陆田先回家，他再去耕1个半时辰，就回家做饭。晚上吃烙饼吧，我来做。不用你，等我回来做。陆田没再与他多说，拿着空桶先回了家。村里大多数人家已经开始准备晚饭，
四处都有炊烟升起，徐家的烟筒也有烟雾出来。看来你媳妇儿也不是说的那么懒嘛，这不也在做饭了？我先走了啊。在房间里的徐成才也闻到了家里的烟雾，他知道徐安还没回来，于是在房里吼了一声：“陆丫头，是你在烧火吗？”爹，是我，晚上我给你烙饼吃。哎呀，陆丫头啊，徐安一会儿就回来了，你等他回来做吧，小心别伤了自己啊。没事的，我这刚刚烙好了一张。爹，你方便吗？我拿进来给你尝尝。爹这里。爹，我看到徐安回来了，等会儿他背您出来吃。好，那你自己慢点啊。徐安回到家，放了狗头就去了灶房。你去洗洗，出来就可以吃了。什么时候学会的？你干嘛呢？快去洗啊！我帮你们看火。不用，马上就烙完了，快去吧。洗了把爹背出来，我想赶紧给爹尝尝。不想先给我尝尝。陆田斜了他一眼，他不仅烙了饼，还用2个蛋打了个蛋花汤。陆田给3人一人打了一碗蛋花汤。爹，试试。哎呀，好，很好吃。陆丫头真厉害啊，刚开始做就能做到这样。很好吃啊，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烙饼。像是为了证明陆田做的真的好吃，那盘比往天晚饭多了近1倍量的饼，竟然也被2人吃完了。晚饭不宜吃多了，说是好吃，我明天再做就是了。哎呀，不用你做，你自己好好休息，养养腕上的伤口，后面几天不能再沾水了啊。对，陆丫头啊，不用你做，你好好休息着。哎呀，陆丫头变了，这次回来她的心性跟之前不一样了，我看出了她想要真心努力和你将日子过好，也正在为此做改变。这样的变化，可能对别人容易，对她应该挺难的。你要记住这份心，不能辜负她。我知道。出了徐成才的屋子，我进来了。陆田刻意低着头，不去看徐安的动作，但该来的总是会来。徐安2、3下就将他的中衣也脱了，屋里的油灯就在床边的架子上，直直的照亮着床榻上。陆田紧闭着眼睛，努力不使他忍住自己的后气，为什么忍受看到还有人？已经被呼起来一阵风的雨，但是没有引来乔玉所说的怜惜，反而是男人更加大起大合的动作。第2日起床时，旁边已经没有徐安的身影。灶房给你温了早饭，去吃吧。陆田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吃完后，陆田去倒院子。要开始播种了吗？等徐安将地全部耕过一遍就播了。我先把种子数量分出来。陆田点头。村里人种的最多的就是苞谷，产量足，收成多，且管饱。他以前去地里时，也都看到一般人家都是几人一起配合，而徐家只有徐成才和徐安2人。撒种的话，徐成才肯定帮不了忙，那就只能靠徐安1人。爹，我去帮徐安撒种子，这样他耕完地，顺便开个坑就行，干的也快些。天热起来了，你就别去了。徐安一个人4、5天就做完了。没事的，我去帮他。徐安媳妇来啦？对，我来帮忙撒种。哦，那挺不错的，撒种子不累的。放心，往年就是没人配合徐安，不然照他的速度，早早的就弄完这几块地了。果然还是成了亲好呀，徐小子终于不用一个人干了。撒种简单不累，这会儿太阳也还没出来，他便没有阻止陆田的帮忙。2人配合的越来越默契，渐渐陆田也跟上了徐安开坑的速度。2人一个在前面挖，一个在后面撒，远远看着异常的和谐。不是说徐安媳妇懒得很吗？照这样看也还好啊。撒个种子又不累，你叫他做其他事情试试。你做的不也是撒种子？一个上午我都听你说了多少次命苦了。一天只知道跟他抱怨，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徐安媳妇儿多么命好，也不看看自己的姿色，跟别人比不比得了。那名妇人还能说什么？3天后，徐家的地终于种完。哟，老陆家女婿来了，陆田没跟你一起回来呀？我回来啊，帮岳父岳母耕地，还没回来。你家的地都耕完了？徐安点头。哎呦，可真好！你这一去，怕是比他们3个干1天都快呀！有这么能干的女婿，乔玉看到你，怕是嘴巴都要笑咧了嘞。是你又来清溪村干嘛？乔玉呀，你女婿来帮你忙了。岳母岳父，他没称呼陆成，只朝他轻轻颔首。你怎么来啦？我过来啊，帮你们耕地。你家的地都种完啦？这么快？家人帮了些忙，今年快了很多。田啊，他也耕地啦？陆成和陆有为也惊讶地望过来。他帮忙撒种子。哎呦，原来就是帮忙撒种子呀，那能帮什么忙？你家也接近3亩地啦，这么几天你就干完啦？果然还是你做事麻利。陆成摸了摸起泡的手，听到乔玉的话，震惊了下。3亩地你一个人就干完了，还只用了4天。陆成张大嘴巴，这还是人吗？他3天还没耕完1亩地，甚至有时候镐头下身了，还能拔半天才能拔起来。叫你1天不动，这下知道差距了吧？你干了几天，该休息下的。我干习惯了，不累。最近天气好，早点把种播了呀，等场春雨，不然后面自己挑水浇也很费力的。说着话，他的动作也没停。他不矫情，陆家的人便没有再客气推脱。有了徐安的加入，他们的进度确实快了很多。一起干了1天，就相当于他们自己干了2天的进度。晌午，徐安也没回去，乔玉回家做了顿面条，一家人吃了，就又赶紧奔赴到了地里。日落西下时，地里的人都慢慢收工回家。走吧，
收工回家吃饭。唐玉提早回来做了晚饭，就想着干累了的男人回家洗洗就能吃到饱饭。徐安原本想干完就回小河村，被乔玉强留了下来。你放心吧，田儿现在已经会做饭了，晚上不会饿到你爹的，你就安心留在这儿用饭。今天一天辛苦你了，你一个人比他们爷俩加起来都干得多。若是让你饿着肚子回去，旁人该说我这个岳母不懂事儿了。岳母说的客气了，都是一家人，本就是应该的嘛。你可别说是应该的，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全看自个儿的心。你是没看到，今天你几个婶子多羡慕我，村里那么多女儿嫁出去，就只有你一个姑爷来帮我，且还是个实干的，一个人就能干2个人的活儿。刚刚回来，一路别人都在夸我找了个好女婿呢。多吃点。娘，你不能因为他干活快就偏心啊！吃你的饭。徐安连着来帮陆家干了2天，陆家这边的店儿终于忙完。哎呀，终于弄完了，总算也忙完了。希望今年的收成好点，大家伙都过个好年。小玉，你们家的地都弄完了？是的嘞，有我女婿帮忙，今年我们轻松了不少哦。离晚饭还有一会儿，这次徐安说什么也不愿意留下来用饭，乔玉也就没有强留。有人没？徐安媳妇在家吗？陆田放下书出去，打开门。那名妇人见到人激动道：徐安媳妇，我来找你写信，你这会有空没？啊，有空，不过你要等我准备一下。哎，好。陆田去到房里，拿出笔墨纸砚，这还是大哥用退下来的一套，但就算是退下来了，这东西也舍不得扔掉。你叫我王婶就行，我想着那些人都累了，肯定要在家休息2天，所以来抢了个头，没打扰你休息吧。陆田磨好墨后笑了笑，没有，你跟我念你要写的内容，尽量慢点就行。好，这封信啊是给我女儿写的，她嫁去了隔壁镇上，快2年没回来了，我想写封信问问情况。见陆田准备好了，王婶开始念：大妞，我是娘，这2年你还好吗？家里的地呀，2年没见过，自然有说不完的话。眼看着2张宣纸都要写完，王婶揉了揉泪眼婆娑的眼，最后再写1句就行，就是我想他了，空时能不能回来看看？王婶，你说的内容我都写上去了，你可以先去检验一下再送出去。不用检验，丽玲嫂来找你写的那封信已经找人看过了，别人说你的字迹很好，连错字都没有。谢谢您的信任，这封信就无偿给您写了，下次还有需要您再来找我。哎，使不得，这不是占你便宜吗？我都已经省了检验了，也就不需要你无偿给我写一次。来，钱收着，我还用了2张宣纸呢。光是写这封信就花了半个时辰，赚的也是辛苦钱。王婶性子强，一辈子不喜欢占人便宜，硬要将钱给他，他太热情，一来二去推脱不过，陆田就收下了。那就谢谢王婶了，下次你来看信，我给你免费。好。送王婶离开后，陆田揉了揉手腕，索性坐在堂屋看书。他们约定的是5日后，虽说多数人耕地累了，不急的不会来赶这1、2日，但怕万一还有人找来笔墨纸砚，他也没有收拾。只是这次等到晌午了也没人过来，陆田收了东西去热晌午饭。爷，我给你端饭过来，我进来了哟。进来吧。爷，不够了就叫我。好，刚刚有人来家里了吗？对，王婶来找我帮他写信。爹，我还赚了1文钱呢。1文钱？对，他们去镇上也是1文，但不包宣纸，我给他们写包2张宣纸。啊，这样啊，那你的价格公道，赚的也是个辛苦钱。哼，有的赚就行。爹，我在书上看到有人也是腿伤了，但是他们可以坐那个叫什么啊？我想起来了，轮椅。有了那个，你就不用整天窝在房里，自己就能推着走动。等我和徐安存到了钱，就去给你买一个回来。可以坐在上面自己推着走？对。那要多少钱呢？具体我也不知道，应该要几两银子吧。听到几两银子，徐成才顿时泄了气。若是几100铜钱，还可以咬咬牙买一个，毕竟他的出行全靠徐安背，因此耽误了徐安不少事儿。有了这个，也能减轻些徐安的负担，但几两银子得挣多久啊？爹老了，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不用给爹买那个。爹怎么这么说呢？你身子硬朗着呢，长命百岁不是问题，放心吧，总会有给你用上那一天的。好，爹等着。今日上山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怎么弄得这么狼狈？我在山里啊找到了2颗黄金木，为了不引人注意，我砍了后在山上就锯成一节一节的藏到茅屋里去了。黄金木？对，我以前上山的时候啊就发现了1颗，当时对这个没兴趣就没管，谁知这次去找时啊还意外发现另一颗。2颗黄金木，陆田思索当初阿爹跟他说的价值，据说如若是实心的，1颗粗点的黄金木就能卖3两，如果有人议价，价格还会更高。你知道1颗黄金木能卖多少银子吗？多少？说是实心的，1颗就能卖3两。既然这个木材值钱，我们知道就行了，不要走漏风声了。那这么多黄金木，你打算怎么办？先紧着岳父用呗，再拿去卖一些，不能留在家里啊，免得招人惦记。我阿爹做活用不了那么好的木材，你悄悄拿去卖掉吧。不行，我已经答应了给岳父找黄金木了，至少要给1颗让他紧着用啊。放心，我来安排。来，今天写了多少封信啊？6封，我赚了2文钱，很棒啊。他一只手一直握着他的腕子，这会儿干脆放了桶，坐到床上，把陆田拉坐在他腿上，牵着他的腰。哎，累不累啊？累。若是觉得累了，就不写了，让他们另外找人吧。不要。虽然累，但他还正沉浸在自己赚到了钱的成就感之中呢。习惯几天就好了，用笔赚钱算是轻松的活了。若是其他事情，他还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晚上躺下后，徐安的手照例伸了过来。现在只要徐安上床前不熄灯，陆田就明白了他的意图。衣物褪去后，陆田就紧闭着眼，
偏偏男人恶劣，硬要磨着她睁眼看他。受不住的陆田睁开眼时，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刚硬的脸，而是他随着动作浮动的胸膛。这人真的很坏啊！就哭了。徐安哑着声，低头将他眼角的泪吮走。什么时候才不会哭啊？下次气得狠了就掐腰，那里的肉你掐得动？难道他没掐过吗？结果呢？他竟然都不知道他掐过了。头被撞得慢慢支出了床榻边，他仰头看着乌头，只觉得好似有星光在闪。陆田怕他又兽性大发，拍他的背挣扎。突然，徐安猛地倒吸了一口气。陆田疑惑看向他，他的力气根本打不痛他呀。你肩膀怎么了？陆田突然坐起来，拉着徐安仔细看他后背。你都不会痛吗？不痛。趴着撒药。山里的黄金木不能长时间放在那里，徐安要想办法搬到清溪村去，不好白天招摇过市。徐安寅时就起床准备上山。几时了？刚过眼时，你继续睡吧。你小心点儿。水缸的水应该够用的晌午了，等我回来再去挑。好。他摸着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打开房门离去。谁？岳父，是我。哎，岳父，来看，这是不是黄金木啊？是黄金木，真的是。爹，这什么树啊？这树生长缓慢，要180年才能长到这么大，所以很容易出现外力看着粗壮，实则内里已经被虫蛀空的现象。没想到这棵树一点没被虫蛀过，一共发现了2棵，另一棵我检查过了，只有轻微虫蛀，能用。真的都是这么粗壮的？徐安点头。两处地方远不远？不远，相邻1里左右。若是这样，那边山里应该还会有。这树拿去卖，能卖3两左右。若是能找到几棵，那不是就能赚不少银子了？陆有为仔细找徐安询问山里的情况，得知是在那片山最深处时，蹙了蹙眉。陆有为阻止了徐安想要继续去寻找的念头。不行，越往里越危险，没到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不可用命去搏。最终，陆有为只留下了3节，其余的都让徐安拿去卖掉。这树稀少，拿来做家具可惜。任凭徐安好说歹说，陆有为也只要那3节，去镇上卖太远，若是扛过去，容易惹人注意。路程有个同僚有骡车，他提出去借来，几人商定明早凌晨会合，去山下拉了就直接去镇上。乔玉要留他用晌午饭，徐安惦记家里谢绝了。吃了岳母烙的饼。徐安跟他说了说情况，听到他们明早就要拉去镇上卖。陆田交代徐安回来时给他买些宣纸。好，还有没有缺的呀？等陆田睡醒时，外面天色大亮。嫂子，嫂子，怎么了？嫂子，徐大哥回来了。他回来便回来呗，你这么激动干嘛？他在哪儿？现在应该走过村头了。他拉着陆田去看小河村，整个村子里都只有李正家有一头牛。这会儿看到一个骡车进来，路过的都要仰头过去看看。你小子这是干什么？搬家吗？不是，岳父是木工，帮忙给家里做了些家具啊。这是我岳父，这是我大舅哥陆成。原来是你岳家呀，好不容易来一次，那你可得好好招待一番。自然。他爹，只看得到你阿爹是吧？大哥。陆田热情地拉着陆有为回徐家。既然是你们3人一起去卖的，银钱就得分3份，你自己就全买东西拉回来了。徐老弟误会徐安了，没有的是，黄金木一共卖了4两银子，徐安要分我们1人1两，我和陆成不愿意，奈何他死活要给，我和陆成2人也就帮忙去搬了下，且还帮了倒忙，倒拖了他的脚步，怎么好意思分这么多？实在僵持不下，我们便留了1两，拿出1两给他们小2口添了些东西。别说你去帮忙了，就是没有，他孝敬岳父也是应该的。放心吧，徐安孝顺着呢。且不说每次有好东西都想着他们家，就是去帮忙干活时，也是主动抢着干最累的活。哎，你来看看摆在什么位置合适啊？好，来，我来做，你去陪你爹和大哥吧。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银子呀？香笼和梳妆台呢，是岳父和大舅哥给你买的，一共卖了4两，我们得2两，买了衣橱，还剩了1两半，又买了50文钱的宣纸，还买了个什么？除了这几样，他没看到其他东西啊。哎，你过来。怎么了？你先把眼睛闭上。陆田慢吞吞闭上自己水润的双眸，一阵布料摩擦窸窸窣窣的声音后，陆田感觉有什么东西插到了自己头上。你给带的什么？你去看看。今天到的妆台正好有了用处。陆田微红着脸穿过堂屋回房，他惊喜地发现，竟然跟陆成从京都带回来的但被他弄丢了的簪子很像。这颗珠子比那颗大得多，珠体通红，温润带着光泽。早在他过来时，许安也跟了过来，见他眼里飞扬的神情，就知道不需要再问他喜不喜欢了。这里怎么有这个卖的？你花了多少钱？1两银子。你说什么？1两银子？许安点头。你怎么想的？1两银子就给我买了个簪子，这个簪子值不了这么多钱，且我又不是非要不可。你拿去退还给他，我不要了。哎，别哭啊。你说你怎么想的？花1两银子就买这么个簪子，根本就值不到这么多钱。我知道，可是我想买给你啊。下次不能这样了，不能再为了我乱花钱。许安沉默不说话，他不认为是乱花钱，他会努力赚钱，给他买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你听到了没有？好看。会儿房门打开，陆田先走了出来。怎么了？没有怎么样。说谎，你眼睛红彤彤的，明显哭过了。怎么回事啊？你欺负陆丫头了？不是，是什么？是他给我买了个簪子，我心疼钱，气哭了。嫁了人还这么爱哭，怎么这根簪子看上去这么眼熟啊？你之前从京都给我带了一条回来，后来被我弄丢了。上次我提了一嘴，居然就记着了。越说
他嘴角扬得越灿烂，明显心疼是真的，但不由自主的欢喜也是真的。陆成和陆有为父子都有些尴尬，许安这么把陆田放在心上，他们却如此不相信他。两人看到陆田泛红的眼，第一时间时确实都以为是许安欺负了他。你说你给你买簪子你还哭，害得我们主要太贵了，就没忍住嘛。花了多少银子？1两银子。陆有为睁大双眸，这么多，买一橱都才半两，只花了1两？1两还不多吗？你这个珠子比我给你买的那个大了不止1倍。这种珠子按大小分价值，珠子越大价值越高。如果真是1两银子买的，你们就赚大发了。我当初在京城问这样大小的，要小2两银子呢。这么贵？对呀，当初我给你买的那个小的都花了300文。300文？你不是跟我说只花了几十文吗？天哪，他竟然把300文的簪子弄丢了。这不是怕你知道了愧疚吗？陆田和徐安面面相觑。我去做商务饭。等他走了后，陆成极小声地问自家幺妹：“你说我们刚刚都误会他了，他是不是生气了？”不知道，我没看过他生气，一次都没有对你生气过。没事儿，徐安的长相啊，本身就容易惹人误会，不怪你们。吃馅饼吗？馅饼配蛋花汤可以吗？你生气了吗？为何生气啊？阿爹和大哥都误会了你。没有生气。真的？我和你一起包。不用你陪着我就行。他仰头看了看徐安，趁他不注意时踮脚，本想亲一下他的侧脸，感谢他给自己买的簪子，结果身高是个硬伤。你低头，脸侧传来温润触感时，徐安手上动作僵住。为什么亲我呀？不能亲。可以啊，晚上亲。现在亲了，我会想。这人真的是什么都说。闭嘴！饭间，几人闲拉家常，陆田提起了跟人代笔的事情。可以啊，其实你念书的天赋不比我差，如果你生了个男儿身，有子抱负，定能比我学得更好。大哥又自谦。以后宣纸啊，你不用自己买了，我那儿有相熟的铺子，卖我们书院会便宜些。以后你不够了就跟我说，我一起给你购来。好呀好呀，这样他就少些支出，每封信也能多挣一点钱。当晚，徐安压着陆田时，迫使他睁开眼看着自己。田儿，亲我。不要。亲不亲啊？亲不到你的脸。你能亲到哪里啊？就亲哪里。不要，我不要。亲了，我已经亲了呀！你是个混蛋！日子一晃，便到了4月中旬。小河村不算大，一个村加上远一些的人家，也只有100来户，需要写信的只占1/3左右。陆田连着帮人写了几天信后，来的人便越来越少了。他靠着自己已经挣了近100文铜钱。陆田出嫁时，乔宇偷偷将徐安给的2两银子塞了1两给他。这天，徐安回来将赚的5文钱交给他时，陆田去那儿新买来的香笼里，把最底下的一个袋子拿了出来。哪来的？出嫁那天，我阿娘塞给我的。那怎么现在拿出来了？这小半年，我们一共存下了近2两银子，如果加上这1两，我们就有3两了。有想买的东西吗？明日我去借牛车，带你去镇上。你想买什么便买。你听说过轮椅吗？不知道我们镇上有没得卖？我想给爹买一个来，这样平时就不用老窝在家里。我们村的地是平坦，他自己就可以推着出去转转。你放心，我会尽快想办法赚到这2两银子的。你不能为了这2两银子去冒险，你有没有听到？不能为了银子去做危险的事情。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存，总会存到的。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他只能指望自家的大哥和阿爹。阿爹，大哥，你们不是去过他的那个茅屋吗？只需要带我去那里就好，不用再往山上，只去那个茅屋就行。你们带我去好不好？徐安说过，若是出事了，只要他还能动，他就会拼尽全力回到那个茅屋。说的什么话？别说那个茅屋，就是上山，阿爹也帮你把徐安找回来。去茅屋就好，你们带我去茅屋就好。那里不算深处，危险系数并没有那么高。陆成和陆有为2人连忙去换了轻便的衣裳，他们让陆田在家里等消息，他们去就行。陆田怎么也不愿意，硬要跟着他们一起。最后没办法，只能3人一起上山。那间茅屋并不在深处，但那是徐安特意找出来的地方，想要去到那里也并不容易。陆成的记忆不错，几人顺着他依稀的记忆找过去。山路难走，刚下过雨的山路更加难走，两人的体力没有徐安好，若是背着他，说不定会更危险。他们从未想过，他们疼爱的陆田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他走得踉跄，但一下都没有摔下去过。他的脚看上去似乎要抬不起来了，可马上他就又抬起来了。他走的那样艰难，但他从来没有停下一步。终于见到那座茅屋的影子时，陆田扔了杆子，踉跄地跑过去。茅屋的大门虚掩着，他冲过去一掌推开，屋内的一幕刺痛了他的眼。活着，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是老虎。徐安的床边竟然躺了一只老虎，死了，死了。徐安，田儿，我们先帮他清理下伤口，把药给他上上。陆有为和陆成合力把徐安的上衣脱掉，看到他上半身血淋淋的伤口时，陆有为不忍心地转过头。几人仔细地为他上了药后，陆成下山去借骡车，陆田和陆有为留在茅屋照顾徐安，直到晌午，陆成才重新赶了过来。因为茅屋还有一头老虎，陆有为留下来守着，这是徐安用命打回来的。
他自然不能让别人捡了漏。陆田和陆成到小河村的村头时，不少人都围了上来，得知徐安没死，只是受了伤后，都松了口气。孩子，你们辛苦了，辛苦了。爹，我们把徐安带回来了。村里没有郎中，陆成把徐安和陆田送回来后，就赶着骡车去了山上。两人没有回村，抬下了山就直接往城里赶。那只虎足足卖了15两银子。爹，你这样不摆明了告诉别人你有银子，快来抢吗？那怎么办？你忘掉你揣了银子的事就行。去请了个郎中，就赶紧赶着骡车往小河村赶。郎中给徐安仔细的检查了遍，他的体魄不错，情况基本稳定下来了，伤大多也都是些皮外伤，除了腿上和胳膊那2处见骨的伤需要特别注意下外，其他的伤啊，休养几天就能好了。这副药呢，抓上10服，吃上半个月就行了。这半个月啊，最好卧床静养。好，赶骡车送郎中回镇上，顺便去把药抓回来。徐老弟，这是徐安打到的老虎卖的银子，整整15两，你说好了。你们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们2家1人1半。使不得，使不得，这可是徐安用命挣回来的银子，不可能有那么厚的脸皮，你快自己说好。徐成才强硬的打开布袋子，就要分一半出来。陆有为争执不下，急红了脸儿。徐老弟，我说了不要就不会要，我把田儿嫁到你们家，不是贪图你们的银子，只是今日我有些话必须要说。徐安这小子主意大，平日看他做事也极有分寸，没想到这次竟然这么冲动，为了去打只老虎，把自己弄成了这样。这次侥幸捡回来了条命，那下次呢？你是不知道，清早陆田跑回家的样子，他怎么不考虑自己家里刚刚成亲的妻子和你这个父亲？家里也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何必要冒险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陆有为越说音量越大，对徐安这次的冲动不满是真的，心疼徐安的一身伤也是真的。现在想想，看上去那么强壮的一个人，当时了无声息的躺在那张木床上的一幕，心都一股股的疼。陆老哥说的是，徐安这次做事太欠考虑了。你放心，等他身体养好后啊，我一定会狠狠的教训他。确实该好好教训下。田儿啊，你拿去收好。爹，要不你收着吧。说的什么话？这是徐安挣来的，是你们的银子，爹收着叫什么事啊？你自己收着就是。徐安这次做事如此没有章法，这银子你1文都别给他花，一定要狠狠给他个教训。爹。傍晚，陆成重新赶着骡车回来，几人都累了一天。陆田却浪了一大盆饼出来招待陆成父子。徐老弟，不如你去我那儿住一段日子，这段时间徐安不能下地，也没那么方便，陆田可能也照顾不过来你们2人。都怪我没用，得麻烦陆老哥了。说什么麻烦呢？都是一家人，可千万别这么想。你去了，我还有个说话的伴儿。徐安依旧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你说混蛋，说好了不会去冒险的，你明明答应我了的，我讨厌你，讨厌死你了。真的讨厌我？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你快吓死我了！你别动，你别动了。好，我不动。他的嘴唇煞白，说话也没有平日里那么浑厚有力。他黑眸一眼不眨的看着陆田的脸，眼里同样是劫后余生的庆幸。他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脸怎么了？还能怎么了？还不是为了去找你。你去找我了？你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上山有多危险？那你呢？你明明答应过我不会去深处冒险，为什么要去打老虎？为什么？别哭啊，别哭，田儿，对不起啊，是我错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别哭了好不好？别哭了，田儿，是我错了。何耀，我去叫爹和大哥进来，扶你坐起来。我自己坐得起来。徐安自己撑着上半身，一点一点挪动坐起来，行不行？痛不痛？徐安一掌将他揽在怀里。别动，抱一会儿。陆田没忍住，也伸出手，小心的圈住他的腰。药都冷了，我去给你热。不用，我直接喝。他从架子上端过碗，仰头一饮而尽。陆田去灶房给他端了饼和蛋花汤进来。徐安饿了1天1夜，腹中早已饥饿难耐。徐安郑重的又跟陆田道了次歉。你更应该跟爹道歉。爹会惩罚我的，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我知道。不过你最近不用担心，我阿爹准备把爹接到清溪村去住一段时间，不然你得卧床，爹那里也不方便。徐安让陆田给他打水，重新洗了下脸，随后让陆田将他们3人叫进来。徐安，你忘了我让你进山之前答应的事情了吗？没忘。没忘，你这是在干什么？你以为你很厉害是吗？你觉得你徐安有点本事，长了些蛮力，就觉得了不起了是吗？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看看因为你陆丫头折腾成什么样了？你看看因为你的岳父，你的大舅哥折腾成什么样了？你跟谁说对不起啊？你的对不起有什么用啊？算了，徐老弟莫动气了，总归平安了就好，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下次不要再犯就行。你听到了没有？对着几人重重的点了个头。岳父，今日多亏你们2人，我无以为报，只盼从今往后，你们视我为亲子，有需要我的地方只管提，我会视你们为亲父亲母般孝敬。我其他没有，但有一身蛮力，若是有需要我的地方，还望你们不要客气。我应该起身对你们磕头的，只是现在腿着实动不了了，待我康复时，定能补上。不用磕头，不讲这些虚礼，以后你也是爹的亲儿子般，只是以后你行事多想想田儿，多想想我们。陆有为和陆成将徐成才带回了清溪村。爹，徐安会没事的，对不对？那怎么办？昨天刚下了那么大的雨，不适合上山，而你更不适合上山。他去了，
无疑是凶多吉少。陆田求隔壁的男人，求他帮忙，求他帮忙召集些人上山帮忙找找徐安。徐安媳妇儿，就算我们帮忙带人去找，我们也只敢在山下找。若是真的出事，只怕……若是徐安这样的人都出了事儿，只怕出事地点根本不会是山下。陆田眼睛已经哭得通红，见真的没有人帮忙，陆田不顾徐成才的反对，把他托付给了牛妞，自己换了身轻便点的衣裳跑了。怎么了？怎么了？田儿别哭，别哭！田儿，怎么了？怎么会哭成这样啊？别急，别急，妖女，我们缓缓再说，缓缓再说啊！娘，徐安不见了，徐安不见了！什么意思？阿爹，你帮帮我一起去找见徐安好不好？他们都不愿意。陆田哽咽着将这一天一夜的事情说出来。小河村的人他并不熟，他们不愿意，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这么久？逃跑了，别动。可以了。我还知道可以了呢。小妻子的怒气还没消，看到他没有好语气。睡觉吧。你洗了我不洗吗？你端盆水擦将就一下吧，我没办法帮你提水了。陆田斜了他一眼，端着盆迈着气冲冲的步子出了房门。陆田咬了咬唇，还是连着提了几桶水进去。哎，慢点，那里有门槛，田儿慢点。你闭嘴，闭眼。为什么？我要洗澡。徐安喉结滚动了下，视线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情况，听话的闭上了眼睛。陆田时不时看他一眼，发现他真的听话的紧闭着眼。他撇了撇嘴，洗完后，陆田又费力的一桶一桶将水倒出去。我们各睡各的，一人一床被子。为什么呀？你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怕睡觉时碰到你的伤口。我不怕。说是你怕不怕的事吗？伤口裂开又要请郎中，请郎中不要钱吗？爹说了，这次你赚到的15两银子，1文钱都不给你用。我不用，都给你用。徐安终究受了这么重的伤，侧头看着小娇妻背影时，不知不觉睡过去。第二日，徐安醒来时，小娇妻还在沉睡。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小妻子抱着被子睡得酣甜。你看着我干嘛？好看。何耀，你又看我干嘛？好看。幸好徐安体质异于常人，不过才休养了一晚，他就能独自撑着床榻站起来。陆田看到他脸上都腾出了冷汗。真的没问题。那我出去等你，好了马上叫我。徐安因为忍痛，声音有些不稳。陆田见状不再耽搁，跑了出去。毕竟多挨一会儿，他就得多疼一会儿。等徐安重新躺回床榻后，我去做晌午饭，你自己安分躺着。好，乖。休养了几日，徐安的伤势逐渐好转。徐安，你又下床干嘛？徐安动作一顿，收回手，重新躺好。哎，你去哪儿啊？你管我去哪儿？你自己好好养伤就是。哎，你手怎么了？疼不疼？你说疼不疼？疼死了。这几日他又要照顾徐安，又要挑水，还要去地里除草、撒肥、淋雨，一辈子加起来做的事情都没这几日多。也是这几日他才知道，徐安一个人每天要做这么多事情。陆田捶了捶腰酸背痛的身子，爬上床榻。我要睡会儿，一会儿再起来做晚饭。好，睡吧。等陆田一觉睡醒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他吃惊的坐起身，更惊讶的是，徐安竟然不在床上。他匆匆穿了鞋就跑出去。你干嘛呀？你去休息，我来做晚饭。你做什么做？你不要你的腿了吗？郎中说你要卧床半个月。不用那么久，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陆田赶他回房，僵持不下，徐安妥协。那你坐，我就坐在这儿陪你。姐，要不你这次也打我一顿？我才不打你呢！陆丫头说了，你皮糙肉厚，打轻了也打不痛，重了吧，万一打坏了，还得请郎中浪费银子，且可能还得费他照顾你。陆丫头还说，让我这次跟他站在统一战线。我呢，正好在这儿跟你岳父学学他的手艺，等后面你们将轮椅买回来，我也能自己做多事，打发时间。第二日一早，陆家刚吃过早饭，和乔玉在灶房收拾碗筷，突然见到灶房门口的高大身影，愣了一瞬。你怎么来了？岳父昨日说他要去砍柴，我来帮他。抱着陆有为去把柴砍回来后，徐安又去帮着挑水。他让陆有为和陆成在家休息，自己跑了3趟就把水缸灌满了。女婿一早就来忙了一个上午，乔玉自然要留他吃晌午饭。徐安推诿了2下就同意了。徐安看了看小妻子，陆田一上午已经被徐安无语数次了。这人逮着机会就要来找他说几句话，偏生又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对了，家里的鸡今天又生了个蛋。他哪天不生蛋？我明日拿过来给你吃。一个蛋需要他跑一趟。哎，你想不想吃鱼啊？明天我补几条来。不吃，别来，谢谢。他眸子转了转，看到屋外陆有为正在剥树皮，他咳了声，对陆田道：我去给岳父帮忙。就这样，徐安在陆家混过了晌午饭，直到傍晚，徐安硬是帮着陆有为把木材烘干了后，才离开回小河村。你说他明日还会不会来？我怎么知道？要我应该是不会来了，这来一趟受了不少累啊。陆田瞪了眼自家爹，拉着他身边的乔玉就回了房。陆有为笑容瞬间僵住，自己媳妇儿被带走了。等陆田第二日一早起来，徐安已经来了陆家，且已经帮忙挑好了水。你来这么早干嘛？你大哥让我带着他锻炼锻炼身体，早点效果好。连着几日，徐安每天清晨雷打不动的报道，怕自己来了粮食消耗得快，他从小河村提了几次米和菜来，且一次比一次多。你这是做什么？怎么了？你这是准备把家搬过来，让我和爹就在这常住下了？不是。
那你搬空了，我和爹回去了，喝西北风啊。那你跟我回家吧，不然他每日如何好意思不带东西过来蹭饭？爹说了，他还有许多手艺要学，早着呢。徐安又去炫徐成才，徐成才笑道：“哦，陆丫头说了，她想多陪陪她娘一段时间。”两人连皮球都踢上了。这日徐安清晨没来，吃早饭的时候，陆成也与陆田。我这小妹夫看来今天不会来了。你确定是你的小妹夫？陆成吃过早饭就要赶去镇上，走时见徐安也没有过来，常陆田挑了个眉。我就说就是一头牛也知道累的，他这么多天都没歇过，我看今日是不会来。他话还没说完，远远看到一道身影朝陆家走了过来，未出口的话就噎了回去。哎呦，这鱼不小哎，里面是什么？黄鳝。最近正是打稻田鱼和黄鳝的时候，我去抓了点给你们尝尝鲜。他最近谨遵陆田的话，一次都没有上山过。这个季节稻田鱼出来，倒也不用上山了，捉了这些吃不完的，也能去镇上卖钱，整得陆成上镇上的心都快没了。他依依不舍地对徐安道：“明日你早点来，你带我一起，我们去村东头的田，那里的鱼更大，黄鳝也多。”行，那我明日早点过来。他说完看向陆田，陆田撇了撇嘴，他能说什么？是大哥邀请的他还能不让他来不成？乔玉看着徐安的眸子愈发热烈，只差没说出口那句为何徐安不是他亲儿子的话了。陆成和陆有为见状，眸色微沉，两人都提出明日一早跟着徐安一起去抓鱼抓黄鳝。你们就得了吧，往年捉回来的鱼，可怜的我都想给他喂点东西吃吃了。你明日等着。两人异口同声：我等着就等着。翌日一早，徐安果然早早的就来到了陆家，几人收拾东西就准备往村东头赶。要不要一起去玩玩？那我们去村西头，那儿有块田，这些人都去村东头了，去那里的人少。那我也去。最后直接一家人都浩浩荡荡的过去。陆成，你个爱钱刀的，你不把你裤腿玩玩吗？你看看你这上来的泥，你衣裳上也全部都是了。今日的衣裳你自己洗。徐安给陆田做了个草堆，让他坐得舒服些。抬头就见岳母意味不明的看着他们两人笑，徐安脸上有片刻的不自然。岳母，我也给你做个。不用你做，阿姨做。笑个屁，还不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回来。说到这个话题，陆成就头痛。不如我们来比赛，看谁今天的收获最多。你确定跟徐安比，今日谁收获更多？那我跟爹两个人算一人，我们两个对徐安一个。你们也好意思？可以。见他答应，那我们来设一个赌注。你说。那我可要好好想想啊。有了，谁输了谁就做50个俯卧撑，再加上收拾今天的鱼和黄鳝。可以。陆成已经下地，徐安蹲着身，把自己的裤脚微微挽起来些，直到裤腿都挽上。他胯下田，乔玉看着徐安露出来的2条小腿，惊得张大了嘴巴。妈呀，妖女，他的一条小腿是不是比你大腿都粗了？这也太……他晚上抱你的时候，是不是一提就能把你提起来啦？阿娘，哎呦，都这么久了，还这么害羞呢？陆田气哼哼的转过头，不理会乔玉的取笑。陆成，你给我小心点，你把我稻苗压塌了，我让你好看。陆成，相比陆成，徐安的动作很少，他的一双狼眸仔细看着自己的身下，眸色变了的时候，就是他下手的时候。只见他双手突的伸下去，眨眼间就抓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他转头看了看陆田，嘴角勾了丝细微的笑。快放进桶里，快放进桶里，别跑了！你别放那个桶里，那个桶是阿爹和大哥他们的，放那个桶。果然嫁出去的幺妹，泼出去的水。哥，你干嘛？你作弊！回去帮你偷鱼。白疼你了。你还笑呢？别忘了你也参与了，输了你做得了吗？你还不给我抓紧？怎么就有你这么自不量力的人，还非要跟徐安比？难道不是他自己也默认了的吗？果然他没有地位了。田里的几个男人比得火热，上面的就帮忙喊加油。乔玉自然是帮陆有为。陆田看了看陆成和徐安，最后朝那个看着他的健硕男人道：徐安加油！徐伯父，就只有你给我喊加油了。好，我给你喊加油，加油！活该，让自己不赶紧找个媳妇儿。抓到了，好厉害啊！你好厉害！小路上，我的鱼都被你吓跑了。想不想来试试？陆田看了看田里大概到徐安小腿部处的水，他确实想体验体验，但里面不仅有这么深的水，还有稻苗，想了想还是摇头。好，下次带你去溪边玩，那里水干净，有时候也能捕到鱼。快1个时辰时，乔玉宣布结束。不行，我们马上要超过他了。你别想啦，再让你1个时辰都不行，赶紧回家。你今天不去镇上啦？不给你看，让你胳膊肘往外拐。他们没我多。你输了，赶紧去做你的俯卧撑吧。爹，你妖女提醒你做俯卧撑啊。最后陆田只逼着陆成做了30个俯卧撑，看他实在做不下去了，大手一挥放过了他。回家后，几个男人都要梳洗一番。徐安看向自己小娇妻，陆田抿了抿唇，在强玉的示意下，把她带去了自己房里。干嘛？我背上的伤口有点痒，你帮我看看呗。闻言，陆田看向他的后背，徐安动作飞快地脱去上衣后，扯了腰带，把裤子也退下去。你把裤子也脱了干嘛？我要洗。你不是让我帮你看后背？你睁眼看啊！你裤子一起脱了，我怎么看啊？又不是没看过。好，下次带你去溪边玩。还没有等他动作，你不许想！我控制不住啊，躺到我们的床上，我就会想到我们。你别说了。陆田眼睛都不敢乱瞟，
他转过身，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就咚咚咚的跑了。因为要捕鱼捉黄鳝，后面几日徐安来的倒没那么勤了。这日再来时，徐安跟陆田商量买个骡车回来，这样不仅陆田想去镇上时方便，后面也能刚好赶着去县里给徐成才买轮椅。这几日他捕鱼的收获也不错，正好需要拉到镇上去卖，相比牛，骡子会便宜很多。买一头骡子大概500-600文钱，陆田想着买来以后也可以耕地，就同意了。田儿，回家了好不好？不回。昨日张傻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呢，她着急写封信。很急？应该吧，她丈夫病重，她想叫他们的儿子回来。等从镇上回来，先回到小河村，我给他写了就是。真不回去啊？再过几日，阿娘说过2日去阿姐那里看看，去了后就回去。真的？赶紧走吧。到了镇上，徐安先把抓的鱼卖掉，一家酒楼做鱼起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季节的稻田鱼，有多少就能收多少。徐安的鱼也直接拿去全部卖给他，今日的鱼一共给了他50文钱。卖了鱼后，徐安把骡车存在了一个店里，带着陆田逛集市，直到路过一个成衣铺子。我有衣裳，不用买。过段日子去县里穿，难得去，我们玩2日。今日卖鱼卖了50文，就够给你做2套衣裳了。那我只做1套，给你也做1套。我过年时做的那套就没怎么穿，我不用，给岳父岳母和你大哥做套吧。上次为了救他，2人都损失了一件衣裳，给他们做，陆田自然不会说不。进铺子后，陆田去选了选布料，既然要做，自然也不能少了徐成才的。陆田想到过几日要去阿姐那里，便给阿姐和小团子也做了1套。客官好眼力啊，那块料子是夷陵锦，这个是我们店里最好的料子了，我去取来给你们瞧瞧。啊，不用，我再看看其他的。从成衣铺子出来后，陆田也没有再逛的心思，2人赶着骡车回小河村。饿了？有点儿。本身还不觉得，这会儿被香味刺激，肚子竟跟着叫了2声。马上了。鱼煎的2面金黄后，徐安又接着煎了1个蛋，然后将鱼和蛋一起下锅加水煮。哎，小心烫啊！哇，好好喝呀！好喝就多喝点。晚饭过后，陆田准备去找张婶儿给他把信写了，谁知徐安让他等等。陆田问他等什么，徐安也不说。擦擦，让他坐在榻上后，自顾自地脱了上衣，仔细擦了后就扔了不巾，朝床榻这边走来。别。把时针拨在说再见之前，等再次从房里出来时，日头已经过了申时2刻。陆田泛着红的眼睛，狠狠瞪向一脸艳足，连剑眉都泛着嗔意的男人，太可怕了。今晚就住这了。陆田都快气死了。他这副样子回到陆家，不用说都知道晚上乔玉会怎么揶揄他。但若是不回去，不是显得也很那个呀？我去跟岳母说，找你写信的人太多，晚了就不回去了。晚上不能再乱来了。不能来还是不能乱来啊？陆田险些想一巴掌挥他脸上。许久没有一起睡觉的2人，晚上抱在一起干柴烈火，陆田自然又被……阿爹阿娘，怎么了？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干的，我这刚种下去的菜苗呀，这可是我们一家种下来几个月的小菜，就这么给我毁了。乔娘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看来呀，应该是有什么野物跑了一趟，往后做个围栏保护一下。怎么可能是野物？野物就对着我一家好吗？昨天也是趁我家地里遭了殃，今天又是我家的，这野物是认得两门吗？就认准了我家，我看肯定是谁故意的。那个杀千刀的，别让我找出来，否则看我不把他打死。这怎么会呢？清溪村历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都知道粮食金贵，怎么会有人故意的呢？谁敢这么做呀？对呀，乔娘子，我们知道你菜都被毁了，肯定着急，但可不能乱冤枉人。这破坏别人地里粮食可是大事啊！对，还是赶紧做个围栏吧，免得野物今晚又来了。看来我家也得做个了。昨日我们也有地遭殃了。对呀，连着遭的就只有我们家。我是不信是野物来弄的。今晚我就在地里守着，我特要看看是谁干的，让我抓到了，看老娘不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陆田让乔玉带他去看看另一块被毁的地。陆田蹙紧眉头，他看向徐安，应该是人为，是不是？我就说肯定是人为的。昨日他们都说是有什么野物来了，叫我认个倒霉算了。早知道昨晚就该出来守着，我倒要看看是谁跟我们陆家过不去，让我抓到了，我非得跟他拼命。我知道你守着，别人肯定就不会来了。见你守得了一日，你能日日守着吗？那你说怎么办？陆有为紧皱眉头，也有些不知道怎么办。阿娘，别哭，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把那人抓出来的。阿玉别难过，还好小白菜苗最近几个月都能种，我等下就来重新开沟，重新种下去。那种下去，那人又来怎么办？我们还有2块地种了菜，那人若是又去毁了怎么办？陆有为咬牙，不行，我来守着，大不了每晚就睡在地里了。我们家的地都没挨着，你是哪块地？陆有为咬牙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人不抓住，以后都注定是隐患。陆家几人平日里都和和气气的，但只要有人想要欺负自己家，陆家几人没一个是善茬，一时没有办法，几人也只有先回家拿镐头来重新开坑。陆有为和乔玉负责了一块地，徐安和陆田2人去了另一块小白菜地。你有主意？他上次给朱大志那样的陷阱吗？抓人不需要挖那么大陷阱。真的吗？那太好了。哎，
先不要声张啊！你待会儿呢，把家里另外几块地啊指给我，然后去跟岳母说，让他呢表现出接受了旧时野物来造成的想法，把兰地的围栏也积极做起来。好啊，谁？救命！救命啊！救我！救命！救我！救命！男人把镐头拿到身前，向隐隐听到声音处过去。你是谁？这是怎么了？我是李招娣，救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啊？疼，好疼啊！怎么了？好痛啊！这坑口也设了机关啊，我没办法把你拔出来啊。你先把机关弄掉啊！你身子刚好堵住的，我弄不了啊。你去把乔玉给我叫过来，这是他家的地，他们设的机关，他们一定有办法。不对，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陆家那2块地是你毁的，是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在这儿？你先找人救我出来呀！我凭什么要救你啊？你明知道地里庄稼都是活命的东西，你竟然这样做，你这么做跟害人性命有什么区别啊？求你了，你先救我出去好不好？求你了！男人看他再这样下去，真可能死在这儿，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朝陆家去。你说是谁？李招娣。对呀。朝陆家去。你说是谁？李招娣。对呀，你们快去看看吧。虽然说他确实可恶，但若是死在你们地里，也晦气不是？呸！死了都是他活该。那个男人通知了他们后，又去李招娣家走了一趟，通知他的男人。你们地里为什么有那样的机关？你们还不走快点去放他出来？他要是死了，我跟你们没完！你说我地里为什么要设那样的机关呢？你说我明明是要抓畜生，怎么就把你媳妇抓住了呢？我不管，必须马上把他放出来！你们终于来了，快把他放出来！看着他都快要坚持不住了。为何会拉不出来呀？不知道，应该是徐安用了什么方法。李招娣男人见他们不仅不动，还窃窃私语，着急喊：“你们还干嘛呢？还不赶紧把他放出来！”我也没办法。你说什么？这陷阱是我女婿为了抓畜生做的，自然只有他才有办法。你骂谁畜生呢？你还不赶紧让你女婿来？他在小河村，要不你去叫？你们这不是害人命吗？我告诉你，是他有什么3长2短。你们这不是害人命吗？我告诉你，是他有什么3长2短，一定会报官抓你们。你去呀！我倒要看看官府老爷怎么判。再过几夜就要征税了，他来破坏我们的庄稼，是不是也成心不让我们家活？对不起，求你放我出去，求你，我快不行了。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乔玉眉头紧锁了下，心里也怕，万一李招娣就这么死了。他看了看自家养女，陆田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笑，仰头朝一个方向点过去，远处高大的身影正在朝这边过来。看到徐安已经来了，乔玉暗自松了口气，见到徐安过来，都劝着让他赶紧把李招娣放出来。徐安今日来的特地晚了些，他心里有数，不会让人丢了性命。摸到坑口的一个位置时按了一下，然后起身朝怒目看着他的李招娣男人道：“拉他出来。”李招娣男人闻言飞快过去，一把就将他薅出来。这次终于没有听到他凄厉的叫声。我想喝水。喝，你喝个屁！你说你是不是有病？你去毁人家地干什么？你想被打死吗？都是他害的，都是因为他卸了我手之后，我做事就慢了，都是因为他，你才对我越来越暴躁，打我越来越狠的。你别说，他男人打人确实是越来越过了。上次我还看到他的头被打破了，那血又糊了一脸。哎呀，看着他被打的时候啊，也觉得他可怜的很啊。但你说他对着我们的时候那么蛮横，怎么到了他男人这儿就是个病猫了呀？就是啊。上次我听到他嘴碎跟他打起来了，我跟我男人2个都没打赢他1个呀。关键还是他自己犯贱，他男人都那样对他了，他娘家来劝他和离，他还把他娘家大嫂臭骂了一顿，还说他娘家大嫂欠不得他的好。对呀，我看他被打明明都是他自己活该，别说他男人，有时候我听到他嘴里吐的话，我都想打他。就是我看他就是记了老陆家女婿谢他腕子的仇，这会儿看别人一家子越过越好，心里嫉妒的非得去破坏破坏。上次见我家的菜长得好，他路过的时候啊，还故意去踩2脚呢。李招娣男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自己惹出来的祸自己处理。他说完直接走了。你别走，你就不管我了吗？你有没有良心呢？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李招娣，怎么着我们也同村这么久，平日里虽有小打小闹，但何至于做到这一步？地里的庄稼可是我们一家人的命，你竟然想把我们家的地全毁了，你说你是安的什么心？活该，我就要把你家的田地全都毁了，让你们一家活活的饿死。这样的李招娣看上去像是要吃人的鬼，你对我们陆家有这么重的怨气？对，我就是恨，我恨不得让你们一家人都狠狠的去死。不想要这条腿就紧我妈。松开，求你！李招娣痛得咬紧牙关，话几乎是从牙齿缝挤出来的，让他吃了痛，居然才把脚移开。你毁了我家2块地，怎么说？我毁了就毁了，
你想要怎么？你想要怎么办？首先，种子钱必须赔出来。我们忙活了那么久种的菜，淋了那么多次水，你说回就给我们毁了。现在虽然重新种上了，但后续还要施肥、除草、淋水。如果你不想把你自己地里种好的菜赔给我，那以后这2块地的事情你得帮我们做完。姐，你若是不尽心，我们家地里的菜收成不好，我就去换你家种好的东西。还有，从现在开始，我家地里的庄稼再有意外，都得算在你的头上。今天的事，乡里乡亲们都看见了。料你也赖不掉，你同不同意？李招娣自然不想同意，但根本由不得他不同意。徐安如狼的眸子看着他，这一整晚的折磨，连同上次被卸手腕的痛，都一股脑的闪出来。见他同意下来，李招娣，大家都是女人，这次你受了这么大的罪，也算受到了惩罚，我就不再为难你了。但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下次若还是这么欺负我们老陆家，我不会这么放过你。老娘会让你好好瞧瞧我的厉害。我家的2块地，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给我好好打理，但凡出了什么意外，或者找事没你家地里的好，这件事儿就没那么容易过去。乔玉说完，看着李招娣，直到他点了头后，才带着一家人回家。娘，你们吃鸡不等我吗？晌午你自己去吃点好的，娘今天高兴，整点下酒菜，让徐安和你爹徐伯父好好喝一杯。中午喝了好醒酒，晚上喝多了，第2天头疼。到做晌午饭时，徐安直接在院子里搭了个火堆，火升起来后，陆田兴致勃勃的自告奋勇去看火。不要坐近了，有事就喊我。陆田点头。过了一会儿，徐安提着几串用木签子穿着的东西出来。是什么？徐安支了一个小架子在火堆上，把东西烤上去。好香啊！试试。能吃吗？啊，好吃。再试试这个。说是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味道。那吐掉。是什么啊？鸡心。陆田眉头紧锁，脸又皱成一团。那你是这个。半个多时辰后，烤鸡终于好了。好好吃啊！那你等下多吃点。饭桌摆好，陆有为拿出酒。岳父，我来。好。对于徐安这个女婿，他现在是真满意，有勇有谋，胆大心细。想喝？不想，你们少喝点儿。乔玉把鸡的2只腿，一只夹给徐成才，一只夹给徐安。他今日心情极好，弯着的嘴角就没下来过。没事儿，今儿高兴，你们放开了喝。醉了，今晚徐安就在这里住下。陆田闻言看了眼乔玉，就算要住，他们家也没有多余的房间了呀。乔玉知道他的担忧，没事儿，让你大哥今晚去隔壁集结，你公爹今晚住你大哥的房间。说着，他把鸡的2个翅膀，一个夹给陆田，一个夹给陆有为。